前世我为了白月光替他顶罪，替他入狱20余，却没有等到白月光的探视，而是等来了他男人揭开的真相。你个蠢货，给老子养了20年的儿子！重活一世，这辈子我要为自己而活，也为上辈子许我一世情深终身未嫁的傻姑娘而活。看着眼前正准备脱衣服的孙雨薇，周立伟咬紧牙关，心脏位置似有重锤敲得咚咚作响。喂，伟哥，你怎么了？是哪里不舒服吗？周立伟深呼一口气，伸手拿起床边的衣服，在女人目瞪口呆之下，径直地离开了孙浩家。爸妈，我决定报名下乡，将工作让给小妹。哥，你说真的？可是什么？我听见孙雨薇跟人说你会将工作给她的。不会，我怎么可能将工作给一个外人？我是那样的人吗？三人都不说话，直直地看着周立伟，脸上的表情也同出一辙，那意思再明显不过。你马上要毕业了，没工作就要下乡，我要将工作让出来，肯定也是让给你。我一个大男人下乡也没什么，但小妹不一样，从小也没吃过什么苦，更没干过什么农活，去下乡肯定很遭罪。家里有一个下乡当知青的，这样旁人也没可说的。咱们家的周副厂长在这个位子上也能做得更稳当。听完他这番话，周国强和林淑芬内心都很激动，也很欣慰。儿子终究是长大了，成熟了，是个做哥哥的样子。周立伟这样的决定对他们家里现在的情况来说，无疑是最好的决定。工作交接的事宜早不宜迟，周立伟让周红第2天跟学校请个假，一起去厂子里办手续。哥，要不还是我下乡去吧，大不了等2年，我到了18岁再找个城里人嫁了，又可以回城了。不行，你乖乖的待在家里上班，就这样决定了，我下乡去当知青。可是没什么可是的，我是你哥，听我的就行。重活一世，怎么可能还让妹子下乡受委屈？再说我还要去找那个傻姑娘呢。饭后，一家人难得坐在一起温馨的聊着天时，孙浩一脸郁色的来了。立伟，出来一下，我找你有事。孙浩的语气不善，周国强和林淑芬还有周红都一脸担忧的看向周立伟。没事，我去就会。周立伟，看不出来啊，你 TM 的就是个人面兽心的畜生。我那么信任你，中午留你在家里休息，你居然谄媚其他人对雨薇做那种事情，你还是人吗？你让我怎么跟我二叔他们交代？周立伟算是听明白了，这孙雨薇是算计他不成，又来污蔑他。我对孙雨薇做了什么？我自己怎么不知道？你小可爱的还不承认？雨薇现在还在我家哭呢，也就是我爸妈今天刚好不在家，要是他们在家知道你对雨薇做的事情，肯定不会饶过你，你一个流氓罪肯定逃不了。打住，别随便给人扣帽子，这么大个屎盆子扣下来，我可不敢接。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我没对孙雨薇做过什么，酒醒后我就直接回了家。你放屁！周立伟，你个王八蛋，错了还不敢承认，你平时还口口声声说喜欢雨薇，现在人得到了就想不负责任是吧？我告诉你，没门！跟你说不清楚，孙雨薇还在你家吧？我去跟她对峙。说着也不顾孙浩，迈着大长腿往孙浩家走去。孙浩愣了一下，这孙子还敢对峙？也好，当面说清楚，还要在爸妈回来之前商量好对策，是让这混蛋娶了雨薇那丫头，还是另外做打算，都要有个说法才行。来到孙浩家，周立伟就看见靠坐在床上哭得梨花带雨的孙雨薇。喂，伟哥。挺激烈的呀，雨薇，这是哪个畜生对你做了这种事？你放心，告诉我和你堂哥，我们一定会给你讨个公道，到时我去废了那孙子的第3条腿。孙浩见他面对堂妹也毫不心虚，眉头皱成了一个川字。难道真不是这个家伙干的？他又看向自家堂妹，只见她一副深受打击的模样，看着周立伟满是失望。伟哥，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你当时喝醉了，对我做出那样的事，怎么转头就不认账了？我没脸见人了。孙浩一听这话，怒视着周立伟，恨不得上去给他2拳。好你个周立伟，到这个时候你还不承认，你小可爱的是不是个男人？叫你来不是让你推卸责任的，是让你解决事情的。周立伟拖过一旁的椅子，一屁股坐了上去，翘起了2郎腿。说吧，要我怎么解决？你这还用问吗？都发生这事了，你还不想着负责？周立伟也不理会孙浩，而是直勾勾地盯着孙雨薇。孙雨薇，
你说你也要我为此事负责吗？不知为什么，孙雨薇看着周立伟的眼神，感觉很有压迫感，心虚的低下头。伟哥，你要是不对我负责，我就真的没办法活下去了。凭什么？什么凭什么？凭什么不是我做的还要我负责？我记得当时走的时候，你的衣服扣子都才解到一半，裤子都没脱，你说我怎么弄的你？伟哥，你怎么能这么说我？明明是你对我做了龌龊事，你居然还这样说我，你怎么能这样？我怎么不能这样？孙雨薇，敢不敢去医院检查你有没有怀孕？孙雨薇的脑子瞬间被怀孕这2个字炸裂，她都有将近2个月没来月事了，会不会真的怀孕了？这个时候她不敢赌，要是真的怀孕了，那今天这谎言就不攻自破了。伟哥，你真要这么逼我吗？是我逼你吗？不是你在逼我，我没做过的事你还逼我承认，你和袁磊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啊！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的算计，搞这一出无非是想要我的工作。我告诉你，别白费力气，我的工作就算不留给我妹，也不可能给你。孙雨薇瞪大了眼睛，不可思议地看着周立伟。他怎么可能知道我和袁磊的事？周立伟揭开了孙雨薇的真面目后，就没想多做停留，随后离开了孙家。你收拾一下，赶紧回家吧。现在孙浩也是不想多看这个堂妹一眼，想到她跟男人在自己床上打扑克就膈应的要死，瞥了一眼自己的床，也不知道自己换一张床会不会被老娘追着打，不换这床还能睡吗？操，还真是难为死了。孙浩越想越烦躁，踢了床架子一脚，吓了孙雨薇一跳。孙浩没去理他，重重的呼出一口气走出去。孙浩找你啥事？怎么感觉他怒气冲冲的？没啥事，一点小误会已经说开了。和父母妹子又闲聊了几句，周立伟就回了自己房间。他没有马上休息，而是拿出纸笔，半个小时不到，一封匿名举报信就写好了。翌日清晨，周立伟早早就起了床，将几封举报信分别投入了革委会、公安局、街道办等几个地方的信箱。回去的时候，周立伟买了几个包子和馒头。回到家，父母和妹子也已经起床了。他将包子馒头放在了桌上。爸妈，小妹，赶紧过来吃早餐，我买了大肉包和馒头。你这败家玩意儿，咋买这么多肉包？一大早的，谁吃这么好的？粮票哪里能遭得住你这么霍霍？今天有点嘴馋，明天就不买了。你还想天天吃大肉包子，美不死你！爸妈，妹子，吃完咱们就去厂里转让工作。一听这话，其他3人也加快了吃东西的速度。中午下班的时候，周立伟一到家，周红就拉着他的胳膊：“哥，出大事了！前世我为了白月光替他顶罪，替他入狱20余载，却没有等到白月光的探视，而是等来了他男人揭开的真相。你个蠢货，给老子养了20年的儿子！重活一世，这辈子我要为自己而活，也为上辈子许我一世情深终身未嫁的傻姑娘而活。”哥，出大事了！听说孙雨薇跟人搞破鞋，被抓起来了，被揪去医院检查，还真是怀孕了。我也听说了，还有棉纺2厂的那个袁磊也被抓起来了，2厂的袁厂长也被人叫走了，好像就是为了他儿子的事，搞不好袁厂长这次也会受到牵连。周立伟没有吭声，他要的不是搞不好这种不确定的因素，而是要一定要让袁长江在这次事件中受到牵连。袁长江就是袁磊和孙雨薇的强有力的后盾。哥，你没事吧？我能有啥事？没事就好。孙雨薇的事，希望你能看得开，她不值得你难过。我知道，我不会难过，跟我无关。晚上一家人开始吃饭的时候，家门就被人敲得啪啪作响。门一打开，孙浩怒气冲冲地进了屋。是不是你，周立伟？是你写的举报信对不对？周立伟手里还拿着肉包子，他觉得这个肉包子香得很，舍不得放下，淡淡的瞥了孙浩一眼。不是，真香。孙浩看到他这敷衍的态度，顿时气血上涌，上前一把就打掉了他手里的包子。周立伟盯着地上被打掉的小半块肉包2秒，然后猛地站起身，转身就给了孙浩的肚子一拳，打得他后退了几步。操，老子才吃了2口你就给老子打掉了，我包子招你惹你了？孙浩，我告诉你，别给脸不要脸，昨天你就污蔑我，今天又来质问别人之前，请拿出证据来。周立伟是怎么都不可能承认举报信的事，这要是承认了，
让人怎么看他，怎么看他的家人。不是你是谁？就你知道雨薇的事情？说了不是我就不是我，我不知道还有谁知道这事，但你也不想想，既然我都知道了他们俩的事，那其他人知道也不稀奇。真不是你？真不是我。不管怎么说，孙雨薇是你堂妹，看在你的面子上，我也不会这么做。孙浩盯了他好一会儿，才无力地转身缓步离开，也不知道信没信这番说辞。2天后，周立伟的工作已经交接好，周红直接进了厂子上班，学校也不用去上课了，等通知拿毕业证就行。袁磊和孙雨薇的事情也有了新的进展，革委会的人居然在袁家搜出了2万多块钱，最终袁长江吃了花生米，袁磊被下放到了一个偏远的农场，孙雨薇回了乡下老家。眼看下乡的日子越来越临近，林淑芬同志也越来越唠叨。现在天气还热，你带上夏天的衣服就行，被子也就一床薄被子就可以了，其他的厚衣服和厚被子等天冷了我们给你寄。这样的话，林淑芬同志几乎每天都要交代一番，周立伟也不嫌烦，现在觉得听母亲这样唠叨也是一种幸福，所以他一直都笑眯眯的耐心听着。1天1夜的火车，周立伟的屁股都坐麻木了，但想到那个傻姑娘，周立伟又充满了干劲，提着行李进入公社。回到公社没多久，各个大队来接知青的人都陆续到了。青山村来的是大队长的大儿子云朝辉，也是那个傻姑娘的大哥。是云朝辉同志吗？是，你怎么知道是我？旁边一起到青山大队插队的3个知青也一脸疑惑地看着周立伟。他能叫出名字，难道他在大队有认识的人？周立伟也知道刚才是自己过于激动了，淡了淡脸上的笑容。刚才听公社领导介绍过，说青山大队有可能是云朝辉同志来接我们，还说你年纪跟我差不多，所以看到你我就猜测是你了。云朝辉听他这解释，觉得眼前的这个知青还真聪明。你好，今天有点农忙，所以来的有点晚了，让你们久等了。没事，我们也刚到不久，农忙是大事。我叫周立伟，是从京都来的，以后也是青山大队的一员了。其他3位知青也连忙上前介绍自己，介绍完大家又寒暄几句，云朝辉就领着他们几个离开了公社。前世我为了白月光替他顶罪，替他入狱20余，却没有等到白月光的探视，而是等来了他男人揭开的真相。你个蠢货，给老子养了20年的儿子！重活一世，这辈子我要为自己而活，也为上辈子许我一世情深终身未嫁的傻姑娘而活。将近2个小时的路程，周立伟和云朝辉就聊了一路。等到了青山大队的时候，2人已经称兄道弟，很是熟人的样子了。云朝辉将他们4人送到了知青点，跟知青点的队长交代几句，又和周立伟打了声招呼，就赶着牛车离开了。傍晚吃过晚饭后，周立伟提了一包槽子糕和桃酥，和冯绍明一起去了大队长家。快到了大队长家时，周立伟的心紧张的砰砰直跳。家里只有大队长云松山和云朝辉在，其他人都没看到，没见到想见的人，心里难免有点失望。爹，这2位是昨天刚来的知青，这位是周立伟同志，首都人，还有冯绍明同志，是省杭市的。周立伟和冯绍明礼貌地打招呼，随便聊了几句，也不好意思多待，就起身离开了。哎，这傻姑娘到底去哪里了？第2天干农活的时候，周立伟就一直在找机会靠近云朝辉，还不等他找到一个借口去找云朝辉的时候，地里就出事了。新来的朱婷婷受不住劳累，在烈日下晕倒了。陈家辉着急忙慌的，谁知他这2天也劳累得很，这下子没将人家朱婷婷接住，抱着人家的时候自己反而也被压倒，2人双双晕倒。周立伟瞥到陈家辉的手时，他忍不住心里暗骂一句：靠，这孙子绝对是故意的。周立伟上前一步，直接拎起了他那只不怀好意的手，往旁边一拽，顿时陈家辉就被周立伟拖到了一边。哎呀，周知青，你怎么这么粗鲁啊？朱知青这样会摔坏的。我不粗鲁点，难道让他们俩继续这样叠着？到时候村里人过来，看到他们这个样子，像话吗？搞不好整个知青点都会受牵连。周立伟当然知道王玉慧的小心思，他这样是想更多人看到2人抱着的这一幕。啧啧，这女人的心思还真是多啊！赶紧的，你们女知青来2个人，将朱知青扶起来。李梅、王玉慧，你们俩先将朱知青扶起来，我去跟大队长借牛车，送他们去卫生所看看。等一下，林知青，还是我去吧。也不等林峰答应，
周立伟就飞快地窜了出去。他跑得很快，没一会儿就到了云朝辉除草的庄稼地。云朝辉同志，麻烦借一下牛车，我们有2个知青晕倒了，要送去卫生所看看。云朝辉倒是动作迅速，很快就从牛棚那里套了牛车，往知青的那块地里走去。周立伟则是趁机跟云朝辉套话。云朝辉同志，你们家几口人啊？我们家一共6口人。这么说，你还有其他兄弟姐妹？有啊，我还有一个妹妹和小弟不在家里。是吗？我说怎么没见过你妹和小弟？我小弟还小，才10岁，整天到处疯玩，天不黑不回家。我妹妹还在读书，最近学校放假了，就一直待在公社我小姑家，跟着我小姑学踩缝纫机做衣服来着。难怪呢，我说怎么一直没碰到人。到了卫生所，医生检查一番，陈家辉没什么大碍，就是有点中暑。朱婷婷不仅有点中暑，还低血糖，需要留在医院输液。李梅，你要不留下照顾朱知青，我们先带着陈家辉回去。陈家辉不愿意，但周立伟担心这个小子又趁机对人家女同志耍流氓。你没什么大碍，留在这里做什么？李梅同志照顾朱知青已经够麻烦了，你留下这不是让人更麻烦吗？看着周立伟的高大身影，朱婷婷是一脸复杂。没想到周立伟平时冷冰冰的，还对大队长家阿谀奉承，竟然会热心的送我来卫生所，还好新地垫付医药费。其实朱婷婷昏迷的时候是有意识的，陈家辉的手不老实的时候，她是有感觉到，当时都快恶心死她了。婷婷，你有没有觉得那个周立伟还挺难人的？朱婷婷虚弱的轻轻嗯了一声。你们刚来的那天，咱们知青点有好几个女知青看那个周立伟眼睛都直了，个子高，身材好，关键长得也帅。这边周立伟将陈家辉提到牛车上后，就让云朝辉将牛车往国营饭店赶去，他要去买几个包子馒头。这个时间已经过了饭点了，早就饿了。等他从国营饭店出来的时候，就看见云朝辉在和一个妇人笑嘻嘻地说着话。周立伟看到旁边的小姑娘时，心紧紧揪起，呼吸也变深起来。秀儿，是你吗？哦，周知青，快过来。秀儿，现在的你好小啊！等等，秀儿比自己小了6岁，今年也才14岁。靠，没事，再等等，我可以等他长大，陪他长大。云朝辉同志，先垫垫肚子。这2位女同志是我小姑和小妹，她们要去供销社，正好路过。云小姑好，小妹好。打完招呼，又将剩下的包子塞到云秀的手里，感受到手腕处炙热的温度，云秀的脸一下子就红了。小姑和小妹吃，我再去买2个。前世我为了白月光替他顶罪，替他入狱20余载，却没有等到白月光的探视，而是等来了他男人揭开的真相。你个蠢货，给老子养了20年的儿子。同活一世，这辈子我要为自己而活，也为上辈子许我一世情深终身未嫁的傻姑娘而活。等周立伟从国营饭店再次出来的时候，发现小妮子和他的小姑已经离开了，心里不免有些失落。不过今天来公社能见到他，也算意外之喜。回到村里，云朝辉回家拿了钱票要给周立伟，周立伟没有接。辉哥，你这跟我客气啥？真不用给，这次就当我请你了。下次咱俩有机会一起去公社，你再请我。好，改天我请你。晚上，周立伟在屋里冲澡的时候，冯绍明的叫喊声传来：“伟哥，有人找你。”小可爱的，这称呼着实有点难听。谁找我？周立伟头发上还滴着水珠，完美的身材展露无遗，宽阔的肩膀，有力结实的手臂，头上顺着脸颊滑落到脖子的水渍。朱婷婷尴尬地移开视线。可那个今天的是谢谢你，这是你帮忙垫付的医药费，还给你。周立伟没注意到他的不自在，接过钱一把塞进了裤兜，转身回了宿舍。朱婷婷看着他的背影，站在原地，并没有马上回宿舍，而是紧抿着唇，不知道在想什么。又在地里忙了几天，庄稼地里的活计暂时告一段落，可以休息几天。周立伟准备往公社去一趟，这么些天没开荤了，缺油水的很。去国营饭店吃顿肉，顺便看看能不能在公社碰见秀儿。周立伟没有喊上别人，一个人去了公社。路过一座桥时，周立伟往旁边一条小路走去，穿过一小片竹林，就有一块空地，那里有人偷偷的卖东西，也就是所谓的黑市。
虽说这几年还不是搞钱的最佳时机，但至少过几年娶媳妇要的3转1响也要准备上，所以这个黑市也要好好的利用起来才行。到了国营饭店，好好的慰问了一下自己的5脏6腑后，周立伟又转了一圈，还是没碰到那个小妮子，只好准备打道回府。走到半路，就遇到了一辆东方红货车横在路中间，司机一脸疲态的蹲在路边。周立伟一看这情况，就知道是货车坏了。同志，需要帮忙吗？我会一点修车技术。真的吗，同志？你真的会修车？真会修。太好了，那麻烦同志帮忙，帮我看看这铁疙瘩是咋回事。周立伟不多时就发现了问题，一顿修理后，很快货车就启动了。嘿，兄弟，真有你的！这司机一激动，同志也不叫了，直接开始称兄道弟了。他给周立伟递了一根烟，还给他点上。同志，你去哪？我送你。我是青山大队的，准备回去。不过看你这样子，应该是去公社，相反方向。算了，我自己走回去就行。没事，耽误不了什么。走，上车，我送你回去。周立伟见他真诚，也就没再拒绝。两人又互换了姓名。周立伟知道了他叫张亮，张亮是农机站的驾驶员，还了解到他爸是农机站的站长。农机站啊，那可是个好地方。接下去的谈话，周立伟将他会开车并且修车技术也嘎嘎好的事，有意无意的透露给了张亮。伟哥，厉害啊！没想到你还会开汽车，不仅会开，还会修。我之前跟厂子的一个老师傅学的，开车修车都是他手把手教的。我爸是厂子的副厂长，跟老师傅的关系不错。张亮听他这样说，原本就想交好的心态更强烈了。以后你们农机站如果有车子要修，可以来青山大队找我，拖拉机、汽车、大货车都能修。好嘞，伟哥，那到时候找你帮忙，你不能推拒啊。放心，不会。张亮直接将周立伟送到知青点。大货车开进青山大队的时候，那宏大的响声顿时吸引村里的人，大家都跑出门看热闹，不知道是谁能坐大货车。周立伟邀请张亮进去喝了杯水，张亮没有在知青点多逗留，喝了水就要离开。伟哥，那我先回了，改天来找你。周立伟看到货车后面站着一个小孩，盯着那小屁孩神似某人的脸，不由得嘴角淡出了一抹笑意。你是哪家小孩？我是大队长家的。果然，这就是秀儿那个最小的弟弟。周立伟坏笑一下，将人提溜进了他们男知青的宿舍。放开我，你放开我，不然我找我哥来揍你。呵，你准备找哪个哥来揍我？大哥还是二哥？你二哥干不过我，你大哥跟我熟，还是好兄弟。你找你大哥，说不定他先揍你一顿。周立伟笑着逗他玩。云朝光一听，眼珠转了转，觉得他说的有道理。他说跟自己大哥很熟，还是好兄弟，那是不是可以求他放过自己？既然你跟我大哥是好兄弟，那跟我也就是自家兄弟，既然都是兄弟，能不能先放开我？这小子还挺逗，也很聪明。你说的对。云朝光刚站稳，撒腿就想跑，周立伟眼疾手快又抓住了他。你说过要放过我的。没说不放过你，找你有点事，你先等一下。啥事？周立伟从口袋里抓了一把大白兔奶糖，还拿了一包江米条递给他。给你吃，算是我这个做哥的见面礼。云朝光顿时眼睛瞪得老大，看着那一把大白兔奶糖和江米条，呲溜了一下口水。给我的。给你的。真的，全都给我。别怪他不相信，这大白兔奶糖和江米条都是稀罕东西，大概要5块钱。大哥，你以后就是我亲大哥，我大哥是二哥，二哥是三哥。呵，你小子快回去吧，糖果不要一下子吃太多，小心蛀牙，拿回去放好慢慢吃。周立伟被这小子逗得不行。这小子只要有吃的，连亲哥都要靠后站。不过我可不想做你的亲大哥，我要当你姐夫。好嘞，大哥，我知道的，我先回去了，今儿谢谢你了，改明儿我去树上掏鸟蛋给你吃。说着就一溜烟的窜出了知青点。云朝光抓着大白兔奶糖和江米条刚回了家，被他老妈逮到了。这些东西哪来的？娘，松手，赶紧松手，这些东西都是大哥给我的。你个兔崽子还撒谎，你大哥就在家里坐着的，他什么时候给你的这些东西？
我怎么不知道？哎呦，娘，我真没骗你，不是这个大哥，是刚认识的大哥，大哥也熟的。哦，不是二哥熟，三哥也认识。什么乱七八糟的？大哥、二哥、三哥，你啥时候蹦出来一个三哥？等他含糊不清的说完，高桂香看向大儿子云朝辉，才笑着挠挠头。原来是周知青给的，娘，周知青挺大方的。那草籽糕和那什么桃酥就是他来家里拎的，还有上次去公社给我和小妹还有小姑买了肉包子。哎呀，那咱们不是一直在占人家的便宜，这怎么行？赶紧将东西还回去。娘，这是大哥给我的，说是见面礼，你们要还也是还你们自己的，我的不还。嘿，你这小子，看我打不打嘎你！娘，算了，东西就不还了，咱们趁这2天不忙，请他来家里吃顿饭。行，就请他来家里吃顿饭，将那个冯知青一块叫上。孩儿他娘，你到时候多整几个菜。行吧，那就明天晚上，白天老大去公社割1斤肉回来。好，你明天去公社的时候，将那包桃酥给你小姑带过去，顺便将你小妹接回来待几天。那丫头在你小姑家待得够久了。我知道了，娘。翌日，拖拉机突突突的声音又打破了青山村的宁静。伟哥，伟哥，你在吗？拖拉机刚熄火，张亮就兴奋地从拖拉机上跳了下来。亮子，你咋来了？伟哥，找你帮忙修车，有没有空跟我往公社跑一趟？刚好有空。两人在半路碰到了云朝辉。辉哥，要去公社？是啊，去公社将小妹接回来，你也要去？周立伟心下一喜，他家秀儿终于要回来了。这位是农机站的张亮同志，我们是朋友，他找我有点事。周知青，晚上记得来家里吃饭啊。好嘞，一定去。有能和云家拉近关系的机会，周立伟自然会去。加上现在知道了他家秀儿要回来了，就更没有不去的理由了。爸，这就是我跟你说的周立伟同志。昨天半路我拖拉机坏了，就是他帮忙修好的。张站长您好。周同志你好，听张亮说你会修车，我们农机站正好有辆车坏了，想麻烦你帮忙看看。站长，这修车可是一个技术活，不是谁来都能修好的。不要车没修好，反而将车子的那些好的零部件都整坏了，那就得不偿失了。不碍事，让小周同志看看也没什么，修不好也正常，毕竟咱们大伙都没办法。小周同志，你要不上手看看？张站长，既然都来了，我就试试。您放心，没把握的话，我不会动手。一阵捣鼓后，还真被周立伟修好了。张站长，我上车发动一下车子试试，看看情况。不行，你会开车吗？车子坏了你赔得起吗？见张红喜没反对，周立伟就没搭理严文翰，打开了驾驶位的车门坐了上去。周立伟的开车技术的确没话说，倒车也是很熟练的一步到位，比农机站那些老司机也不差。张站长，行了，暂时没什么问题了。哈哈哈，周同志果真如亮子说的这样，真是年轻有为呀。看见众人那么捧着他，严文翰心里极度不平衡，看着周立伟的眼神也很是不善。晌午，周立伟驾驶着拖拉机回了村，他现在已经是农机站的临时工了，虽说还没有驾驶证。拖拉机开进村子，这次村民看清开拖拉机的人是谁后，都炸开了锅。周知青回来了。回来了。站在家门口的沈桃花看着那开着拖拉机的帅气男人，咬着嘴唇，眼神更加坚定。大哥，大哥，这小子明显是想坐拖拉机了。周立伟可以不管其他人，但是未来小舅子的一点小愿望还是要帮忙实现的。小光，上来带你转一圈。好嘞，大哥，你可是我亲大哥。你大哥把你姐从公社接回来了吗？周立伟假装不经意地问道。回来了，还称了一大块五花肉。我妈说晚上做红烧肉吃，到时候大哥你多吃点。我告诉你，我娘做红烧肉的手艺一绝。拖拉机停在了知青院，周立伟就拎着从镇上刚买回来的东西进了男宿舍。这些东西都是给秀儿买的，只是今天一下子不能全带过去，可惜了。周知青，是你开拖拉机回来的？等他一切收拾好，距离吃晚饭也还有将近2个小时的时间。
不过他有点等不及了，拎着东西叫上冯绍明，准备早点过去。周知青会不会太早了？反正没事，就早点过去。你要是现在不去，我就先走了。行，你先走，我等会儿再过去。小光，走喽，去你家。好嘞，这就来了。大哥，你身上咋这么香，跟城里那些姑姑似的？周立伟刚刚用香皂洗了2遍身体，就是为了给秀留下个好印象。要不是看在秀儿的面子上，我一定要将这臭小子丢到河里去。你不懂，这是男性荷尔蒙的味道，跟姑娘身上的香味不一样。啥是男性河里的味道？周立伟懒得多解释，从裤兜里掏出一把大白兔奶糖，转移他的注意力。给你吃糖。我的好大哥，咋又给糖吃？上次你给的我都还没吃完。没事，吃不完就给你哥哥姐姐吃。我哥他们不吃糖就不给了，倒是我姐，女孩子嘛都爱吃糖，我到时候给她2颗，不然把她馋哭了就不好了。呵呵，你这话敢不敢当着你姐的面说？大哥，这话也就我们爷们之间说说就行，千万别告诉我姐。周立伟忍着笑，这小子人小鬼大，总是学大人说话，好玩得很。行，我不跟你姐说，不过大老爷们就要有大老爷们的样子。你姐要是喜欢吃糖，你就全给她，你要没了就问我要，我多得很。可是我又不爱吃，你得帮我分担点。没问题，这事包在我身上，我保证好好帮你分担。周知青来了，快进屋喝口水。麻烦云叔了。秀秀，泡杯茶过来，周知青来了。哎，马上来。清脆悦耳的声音从厨房传来，让周立伟的心紧了紧。周知青，你咋又提东西过来？哪能这么破费？等下吃了饭回去时，将东西带回去。云叔，没事，就一点零食，我不爱吃这些甜腻腻的东西，再不吃就坏了。提过来给小光他们吃，下次来就没了。还有人不爱吃甜食的，果然是城里人，就是不一样。哎，你这孩子，那下次来千万别整这些了，都是些金贵玩意儿，哪能让小光那臭小子糟蹋了？爹，给我吃咋就是糟蹋了？是啊，吃了就不算糟蹋。没一会，云秀就端着一个茶缸子和3个碗出来了，笑盈盈的朝周立伟点点头，算是打招呼了。周立伟感觉自己的心脏又漏跳了几拍，他最先将茶碗递给了周立伟，周立伟连忙站起身，双手去接。谢谢秀儿姑娘。姐，我的呢？想喝自己拿碗去倒。切，姐偏心。周立伟端着茶碗，一仰脖子，整碗茶水也喝得干干净净。云叔，还得让您给我开个介绍信。接下去我要到农机站工作一段时间，往县里和其他地方调配运往物资。这是好事啊，周知青，你啥时候要介绍信？要不我现在就去给你开。云叔，不急，等吃完饭再说这事。行，那就吃了饭再说。云朝阳看着侃侃而谈的周立伟，眼里满是崇拜。这大城市来的知青就是不一样，什么都会，连开车居然也会。这时云朝辉也回来了，就在他们聊得正嗨的时候，冯绍明也来了。吃饭的时候，云家人很热情，高桂香一个劲儿的给周立伟和冯绍明夹菜。周知青和冯知青多吃点。谢谢婶子，我们自己来，你也吃。高桂香觉得这个周知青太懂事了，比他家这些臭小子还贴心，看着周立伟的眼神格外慈爱。周知青今年多大了？处对象没？婶子，我20了，还没处对象。哎呦，20了呀，那可以处对象了。告诉婶子喜欢啥样的姑娘，婶子帮你介绍。周立伟不动声色地瞄了一眼云秀。您不用介绍别人，直接将闺女给我就行。婶子，我暂时还没考虑个人问题，以后我要是有看中的姑娘，一定让婶子帮忙牵线搭桥。好好好，有喜欢的一定跟婶子说，我帮你去说媒。还有冯知青也一样，有喜欢的姑娘也让婶子帮你去说。谢谢婶子。娘，你操心别人处对象的事，也不见你操心大哥和二哥。是我这个当娘的不操心吗？老大那个死心眼的就喜欢老沈家那个姑娘，老大不找老二也没办法找，一个快21了，一个18了，早该找对象了，都快愁死我了。
吃饭都堵不住你的嘴。周立伟和冯绍明两人对高桂香的手艺是夸了又夸，将高桂香哄的嘴巴就没合上过。以后有空婶子再做给你们吃。饭后，云松山带着周立伟和冯绍明去了大队部，给他开了介绍信。周知青，你是去别的公社农机站上班吗？咋这么问？冯绍明指了指他手里的介绍信，周立伟顿时明了。我要去县里一趟报名考驾驶证。伟哥，你真厉害。绍明，你有没有想过在乡下处对象的事？我见之前云婶子提起的时候，你脸都红了，是不是有喜欢的姑娘了？没，我从来没想过在乡下找对象，只说不想在乡下找对象，没否认有喜欢的姑娘。周立伟心如明镜，看来是在老家有喜欢的人了。没想过的话，平时就得注意些，遇到大姑娘小媳妇的找你帮忙啥的，就不要答应。伟哥，我知道了。回到知青点，知青们都在院子里乘凉，周立伟和冯绍明也就搬了个凳子出来跟他们一起。伟哥现在是农机站的驾驶员了，他明天就去农机站上班。周知青，恭喜你。接着其他人也跟着道喜，其中有几个人是真心，有多少人是假意，周立伟都看得真真切切。这支清点也是乌烟瘴气。翌日，周立伟就跟着张红喜去了县里的驾校，考试很顺利，给周立伟的信息登记好，他就正式进入了实习期，半年后就能拿到驾照。立伟，有趟长途要去哈市，我想你带着亮子跑一趟，没问题吧？没问题。张叔，什么时候出发？明天就出发，来回估计4天的时间。周立伟点头答应了下来。张亮很是高兴，他早就想去哈市看看，或是跑其他地方的长途，可是一直没机会。两人到达哈市，将粮食交接好时，周立伟和张亮早早的就躺下休息了。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周立伟就起了床。亮子，我有事要出去一趟，你要一起吗？张亮顿时瞌睡全无，立马从床上跳了起来。要去，等我一下，很快。两人下楼随便吃了点东西，周立伟就开始在街上乱逛。他在寻找这里的黑市，转了几圈后，周立伟心中大概有了数，带着张亮往南边的一处小巷子走去。快跑，洪秀章来了！听着后来急匆匆的脚步声，周立伟赶紧带着张亮转向了另一条巷子。没走多久，后面来了一个人，肩上还扛着一个蛇皮袋。这人之所以能落后其他人这么远，一看就是这蛇皮袋拖累的。这时候隐约还有人在喊：站住！都给我站住！真是要钱不要命啊！扛蛇皮袋子的人听见周立伟的话，咬了咬牙，将蛇皮袋子往他们身边一扔，撒腿就跑。我操！听着转弯处的声音越来越近，周立伟想也没想，提起蛇皮袋子往墙的另一边扔去，自己也退后几步，一个助跳，自己就上了围墙。快，亮子，跳上来！两人躲在墙后，不敢发出一点声音。待墙的那头洪秀章齐齐跑过的时候，张亮才长舒了一口气。伟哥，吓死我了！我操！嗨，同志，你好呀！周立伟没想到他们这一跳，就跳到了人家家里。更要命的是，还被人家主人抓了个正着。小姚，是什么声音？我怎么听见有人说话？奶奶，没什么，是院墙外面传来的，好像又抓人了。哦，原来是这样啊！周立伟和张亮打量着眼前的年轻人，头发有点长，五官好看，说话声音还有点像女生，尤其是那名字叫什么小姚，明明就是个女生的名字。东西留下1/3，我让你们从正门走。周立伟没有犹豫的点头答应，反正这袋子里的东西也不是他们的。等打开袋子，三人顿时都瞪大了眼睛，里面有几叠大团结和零散的钱票，手表有20-30块，还有些金银首饰，有2个首饰盒子。哟呵，还是一块现在时下最流行的上海牌手表，供销社要卖将近200，黑市里估计要300左右，里面居然还有一块劳力士，价格至少上千了。最便宜的梅花牌手表也要100来块。不过周立伟还是将这其中的利害关系跟来龙去脉和这家主人说清楚。余姚一脸复杂，这么说，这东西也不是你们的。从那人丢在我们脚下那一刻起，就是我们的了。行，我知道了，我只要钱票，其余的你们带走，最好不要在这边脱手。余姚进屋拿了2个布袋子，东西分这2个袋子装，你们提着这个蛇皮袋子出去，我担心有人看见。
周立伟点点头，将一部分东西分到了一个布袋，剩下的东西连同蛇皮袋子直接放进了布袋里，和张亮一人扛着一个布袋，跟着余姚从正门离开。走出这个门，我们谁也没见过谁。周立伟微微颔首，这想法跟他不谋而合。两人回到招待所，关上房门后，将布袋里的东西摊在床上。伟哥，没想到这一趟这么刺激，又这么幸运。是啊，真是刺激又幸运。本来还想带你到黑市摸摸门路，以后咱们也倒腾点东西赚点钱。谁知刚想赚钱，这就有人扔了一麻袋，这感觉真爽。哈哈，是啊，真爽。两人合计了一下，还是决定早点回去。时间到中午，两人就驱车离开了哈市。一路上，张亮的兴致都很高，他坐在副驾驶上，忍不住把玩着手表。嘿嘿，伟哥，我现在有点迫不及待的想分赃了。你分吧。行，我开始分了。伟哥，你放心，我分的绝对公平。周立伟轻笑摇头，他没担心过这点。伟哥，我知道今天都是你的功劳，不过见者有份，我就跟那个小姚一样，拿钱就可以了，剩下的都是你的。不，你跟他不一样，这些东西咱俩平分。周立伟知道那个叫小姚的人拿其他东西不好出手，但他和张亮可没这些顾虑。回去了后，天高皇帝远的，也不可能查到他们身上来。那些金银咱俩一人一盒子，这东西你回家找个地方藏好，近些年都不要拿出来。那手表咱俩也一人一半，你先挑喜欢的，剩下的留给我就行。嘿嘿，伟哥，你够意思，不过兄弟我也不能占你便宜。张亮的确没想过占便宜，手表就拿了10块，金银首饰他那一盒银饰占多，金饰大多都留给了周立伟。伟哥，那些玉饰啥的老物件都不值钱，我就都给你了。这里面最值钱的就属那些玉器翡翠啥的老物件了，这人居然还看不上。挑几样吧，说不定再过几年就值钱了。嘿嘿，好，那我就挑2样。张亮还真就挑了2样，拿了2个手镯。这个绿手镯给我妈戴应该好看，这个紫色的留给我以后的媳妇。伟哥，这些票据估计也是那孙子准备在黑市卖的，各种票据都有，全国的也不少，啥票都有，自行车票、缝纫机票、酒票、烟票，还真是应有尽有。周立伟听见有烟票，顿时一震。亮子，其他票随你拿，烟票留给我。行，伟哥，烟票全留给你。两人一路上都说说笑笑，感觉时间过得挺快。张亮都觉得他还没激动完就回到了公社。张红喜看见周立伟，激动的一个劲儿的向他感谢。好，立伟，叔要感谢你，今天晚上先不回村了，到叔家喝2杯。张叔，改天，今天我先回村一趟，有点事。张红喜眼神瞄到周立伟身旁的那个布袋子，心下了然。好，那就改天。立伟，你将货卡开走，后天过来，还有一趟长途要你跑。行，张叔，那我就将车子开走了。好，回去准备一下，这次是跑外省，来回估计要10来天。车子开回村，这次是真的轰动了，不仅小孩子跟着车子跑，就是很多大人也跟着跑到了知青点。周知青，听说你到了农机站上班，还以为你是拖拉机手，没想到是开大货车的呀。是啊，周知青，你真是厉害。这人就是你们口中的那个周知青。是啊，修知青。呵，看起来跟个狗腿子似的，还讨好这些泥腿子。修世杰的语气很是不屑，显然没将周立伟放在眼里。伟哥，你回来了。谁打的？冯绍明看了一眼修世杰，那意思不言而喻。为什么？呵，人是我打的，怎么了？谁叫他多管闲事？多管闲事？多管了谁的闲事？修世杰愣神了一下，不知为什么，这一下很心虚。他是谁的狗腿子，就多管谁的闲事咯。你才是狗腿子，简直就是个强盗。伟哥，这人将你的床铺占了，还将你的箱子和被子都随便扔到了地上，我不过就说了2句，他就开始动手打人。是吗？周立伟一下窜上前，一只手揪住了修世杰的衣领，另一只手握紧拳头，就招呼。卧槽，你敢打老子？好好感受，看你爷爷我敢不敢打。说着，周立伟直接将人按到了地上，又是呼呼2拳。
很快，修世杰就被打得喷出了鼻血，糊了一脸。就是这样，他的嘴里除了嗷嗷叫，也还在不断叫嚣着骂着。周知青，有话好好说。周立伟这时候也打够了，顺势停了手。你最好别惹我，不然我可不敢保证你在你们长安做的那些事会不会公之于众，然后你来乡下躲祸的目的还能不能达成？顿时，修世杰哀嚎的声音戛然而止，他瞪大双目，不可置信地看着周立伟。这人是怎么知道我家是长安的？更重要的是，他怎么知道我下乡来当知青的目的，就是为了躲避一些麻烦的？此时的修世杰哪里还有什么嚣张的气焰？睁圆的双目除了意外就是恐惧，怔怔地看着周立伟。记住了吗，孙子？记住了。修世杰走进了男知青宿舍，见周立伟正在收拾他自己的东西，赶紧过去道歉。那个周知青，对不起，床铺我让回给你，我马上将东西收拾了。不用，我在公社上班，不经常回知青点住，占一个铺位也是浪费。我去找大队长，让他随便给我安排一个地方。周立伟哪里能让这个家伙将床铺让出来？这可是他搬离知青点，住靳秀儿家的最好时机。伟哥，你要走？我看这次又新来了好多知青，这知青宿舍明显有点挤，再加上我一个，就更挤了。我去找大队长，让他另外安排，反正我也不经常回来。冯绍明看了看炕上，的确很挤。前天一下子又来了10几个知青，现在都快挤得走不动路了。伟哥，我陪你去找大队长。行，帮我抱着被子。周立伟直接开走了货卡，冯绍明坐在副驾驶上一脸激动，顶着乌青的脸笑得很欢乐。周立伟直接将车开到了大队长家的院子外，云秀看见一辆货车停在他家门口，就出了院门去看。周知青，你回来了。周立伟一来就看见他家秀儿，心情大好，嘴角瞬间弯起了一抹好看的弧度。我回来了。简单又普通的一句话，从周立伟的口中说出来，多了几分缱绻的味道。冯绍明觉得两人的对话怪怪的，有点像外出归家的丈夫和在家等待的小妻子的对话。大队长在家吗？在的，周知青、冯知青，你们快进屋，我大哥、二哥也在家。爹，周知青和冯知青来了。看着两人像搬家的样子，云松山疑惑道：周知青、冯知青，你们这是？云叔，要叨扰你们了，知青点带被人太多，有点挤不下。我今天刚回来，箱子被子也被丢了一地，我时常不在，霸占着一个炕位也不太合适，就想拜托云叔另外帮忙安顿一个地方，我出钱租也可以。一听是这事，云松山也有点心虚。其实说到底也是他们的失职，这次来的知青比较多，知青点没有扩建，他们也知道有点挤了。周知青，没事，你先到我家住着，后面再做安排。周立伟心里乐开了花，但是面上假装不好意思。这云叔会不会太麻烦你们了？这麻烦啥？我们家之前给朝晖准备了一间屋子结婚用的，只是他一直没个对象，刚好你可以先住进去。云叔，那是给云大哥准备的新房，我哪能住进去？让云大哥住进去，我住他原来的屋就成。他是和朝阳、朝光住一个屋的，哪能让你跟他们挤一个炕？你就住西边那屋就好了。说着，就将人往他说的那个空屋领去。算了，等大舅哥要结婚的时候，我帮忙另外再起一间屋子吧，总不能将我住过的房间当做人家的新房。高桂香对周立伟的印象很好，对于他住进家里也没有一点不愿意，反而还很欢迎。晚上吃完饭后，周立伟就回了自己屋，将房门关好，开始清算自己的家当，主要是看一下这次的意外之财有多少。周立伟清算了纸币，有4768块3毛。周立伟看着这么多钱，脸上淡出了一抹笑意。4000多块，在这个猪肉只有1块1斤，大米才2毛5一斤的年代，这也算是一笔巨款了。把钱放好后，周立伟又开始数票据，最后全国票据居然有100多张，还都是期限比较长的，哈市有200-300张，不过期限在近2个月的占了一大半。还是要尽快找机会到哈市一趟，将这些票据都花了。如果下次有机会，直接弄一台缝纫机和收音机回来，虽说不好直接送给秀儿，但放在云家让她用也是一样的。另外，女士自行车也要弄一辆。再看看他手里的这些手表，心里想着是不是也可以找机会送给秀儿一款。这样的话，3转一响可都准备齐了。将东西都收拾进了炕柜，锁好柜子，就拎着一个布袋子，还有几张钱票，去了正屋。
婶子，我买了几块布，但是不会做衣服，想麻烦你帮帮忙。说着就拿出了几块细棉布，中间还有一块碎花布。这花布是送给婶子的，总不能让婶子白忙活。哎呦，做几件衣服能费多大的劲？婶子帮你做，你将布拿回去。婶子，这花布买都买了，我也用不到，您不要就浪费了。再说你要是不要，以后我都不好意思再让您帮忙做衣服了。我要是去买成衣，还不知道要多花多少钱呢。你这孩子，行，婶子这次就厚着脸皮收下了，下次可不能再买了。到底还是年轻小伙，这花色一看就是适合年轻小姑娘的，哪能给我做衣服？给秀秀做2身衣服还差不多。不过心里到底是高兴的，现在送这么一块布料可是大礼。周立伟说好自己要做的衣服后，就又从布袋里掏出2包点心和几个头花，这都是他在供销社专门买的。这次给供销社拉物资，这点心和头花都是发给我们司机的福利，点心就给小光吃吧，我不爱吃甜食，这头花我就更用不到了，给云秀妹妹带正好。云秀微微抬头看了一眼放在桌上的那几个头花，嘴角微微弯起，明显是喜欢这几个头花的。哎呦，早就听说司机待遇好，没想到他们连头花都给啊。是啊，反正他们什么多就给什么，这次也是另外一个司机想要这头花给他家人带回去，也就给了我同样的东西。云叔，婶子，过2天我还要跑趟长途，你们要是想要什么东西都可以跟我说，我们要弄点啥相对还是比较容易的。听周立伟这样说，云秀立马抬起了头，看了一眼云松山和高桂香，不过他没有开口，这2人也是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云叔，云婶，你们有啥想要的东西只管开口，我看看这边能不能搞到。是这样的，我们家一个亲戚，就是秀秀她小姑家，秀秀表哥处了个对象，现在正在谈婚论嫁，女方一定要3转1响，不然就不嫁。周立伟想着这些东西他都可以搞到，只是他觉得那女方一定要，不然就不嫁的态度不太好。叔，婶子，这3转1响我都能弄到，就是那女方家的态度是不是有点太伤感情了？谁说不是呢？感觉不是看上高鹏那小子，看中的只有3转1响。这样，不管怎么样，我下次出去的时候，如果能弄到这些东西，就先带回来。行，那就拜托周知青，只是我们没有票，就多给点钱。婶子，这是我房门钥匙，麻烦婶子帮我保管一下。我走后，可以让云大哥他们谁去我那屋睡，顺便帮我照看一下屋子。行，你走了，我让老大去给你守屋。你那屋东西不少，晚上没个人还真不放心。周立伟第一次来到青城，就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遇见了前世的熟人，而此时的熟人却在被警察通缉。周立伟这次和张亮要去的是青城，青城是蒙省的省会城市，刚好从哈市路过。返程的时候要在哈市停留1天，将那些快过期的票全部用掉。到了青城，在招待所安顿下来，刚睡下一会，2人就被猛烈的敲门声给吵醒了。谁？同志，我是招待所的工作人员，有公安同志例行检查，麻烦开一下门，出示一下你们的介绍信。这青城管制这么严的吗？住个招待所还要例行检查？公安同志检查了一番，介绍信当然没有什么问题。2位同志初来乍到，请保管好随身财物。派出所的人这么兴师动众的到处检查，加上公安同志的提醒，看样子是发生了什么大案，还是一起盗窃案。身上的钱财都随身携带好。2人在青城的大街上溜达时，迎面跑过一个男人。周立伟看清男人的面貌后，下意识想喊出来男人的名字。程武怎么来了青城？好像还在躲避什么。程武是周立伟上辈子在牢里认识的人，2人很是聊得来。前世程武就是因为一起重大盗窃案，稀里糊涂的被牵连，然后被抓了进去，就再也没出来过。2位同志，请问你们刚才有没有看到一个穿着蓝色工装服的年轻男同志从这经过吗？看到了，刚才还差点撞到了我们。那你们有看到他从哪一条巷子跑了吗？他是从左边那条巷子跑的。好的，太感谢了。伟哥，你为啥要骗公安同志啊？亮子，你先回招待所，我办点事就回去。话落，周立伟就快速的窜了出去，一转眼就没影了。张亮还是朝着周立伟跑去的方向追去。
好不容易追上的时候，就看见周立伟捂着一个男人的嘴巴使劲往后拖拽。伟哥这是想干嘛？不会是要当街抢劫吧？张亮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向着两人冲过去。我就趁他不注意，从背后敲晕他，这样伟哥抢劫时也方便点。周立伟刚想放开程武，张亮就举着石头就跑了过来，对着程武的脑袋就砸了下去。周立伟看见张亮手中的石头，来不及过多思考，一脚踹在程武屁股上，但还是砸到了程武的胳膊。程武，你不要再乱跑了，现在到处都是公安。你们到底是谁？想干什么？口口声声说想帮我，却又拿石头想砸晕我。他是我兄弟，不知道你的事，估计还以为我俩在干架，想帮我来着。哼，谁知道你说的是真是假？张亮解释完来龙去脉后，周立伟哭笑不得。所以你以为我是要抢劫，想着将人打晕了，更方便动手。我就知道你们不是好人，这两人偷鸡摸狗、拦路抢劫、杀人放火的事肯定没少干。与其落入他们手中，还不如让公安抓了去，就是死，估计也能落个全尸。程武趁两人不注意，撒丫子就跑。周立伟一把按住了他。不要命了，你要是被抓了，搞不好会吃花生米。都说了刚才是误会，我们是有正式工作的人。快将工作证和介绍信拿出来给他看看。张亮听话的从兜里掏出工作证和介绍信，给程武看清楚了才收了起来。你怎么认识我的？还知道我叫程武？当时情况紧急，周立伟实在是没想到合适的理由，只好胡诌诌地说：“我会算命，看面相。”你是不是跟他们有关系？程武说的他们，就是这起盗窃案跑掉的那些主谋。他还是怀疑周立伟和张亮是他们一伙的。我们就是来青城送货的司机，之前恰好撞到了你，就不经意间看了你的面相，发现你有牢狱之灾，还是终身监禁的那种。本来不想管闲事的，但又发现你是冤枉的，碰到既是有缘，就决定帮你一把。他这话不管程武信没信，反正张亮是信了，不然他伟哥这一反常态的做法说不过去。早就知道伟哥什么都会，只是没想到还会看面相，还能看得这么准。你要是愿意，我可以再给你看看面相。行，你看，我倒是看看你还能说出什么来。你是孤儿，父母在你很小的时候就过世了，你算是吃百家饭长大。呵，这点那群盗窃贼都知道。行，那就说点别的。你小时候有次去人家家里偷吃的，被那家的公鸡啄了，正好是。说着，周立伟的眼神就瞄向了程武的裤裆。这也不是什么秘密。对，这也不是什么秘密，但是你那里受了伤，当时那公鸡家的主人知道了，给你上了药。给你上药的是一个姐姐，从那以后，你脑子里会经常想起那位姐姐。你第一次自己那啥也是想着她，我说的对吧？这两人明明是第一次见面，周立伟却知道这个男人的前世今生，还说出了他小时候被公鸡啄过小鸡鸡的事。此时，周立伟的话无疑掀起了惊涛骇浪，程武更是震惊的无以复加。难道他真的能掐会算？天底下真有这样的神人？那岂不是所有人在他面前都没什么隐私？这样也太恐怖了。周立伟似是看出了他心中的猜想。我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看得出来，跟我不熟又有点缘分的人才能看出一二，身边的亲朋好友是看不出的。你以后成了我朋友，我也就看不出你什么了。暂时打消了程武的怀疑，三人就开始商量接下去的对策。说说现在具体的情况。具体我也不太清楚，我们村的黑狗子说给我介绍一份短工，只是要来青城，说就是出劳力搬货而已，我觉得很不错就答应了。这些话上一世周立伟也是听他说过的。他口中的黑狗子和一伙人专门成立了一个盗窃团伙，专门盗窃火车上的物资。据说74年的这个夏季，从鹿城开往京都的火车装了一车厢反坦克地雷。本来这是一件很机密的事情，偏偏一些知情的工作人员为了保密，在装车时对外声称是缝纫机的机头，而这些盗窃分子听到了风声，还真以为是3大件之一的缝纫机，他们就决定大干一票。现在唯一能让他们撤掉路口关口的检查，估计还是要破了案才行。可是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才能破案，就丢了一车厢的不知名的东西，搞得这么兴师动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抓特务呢。你知道他们放东西的民房位置吗？知道是知道，其实我早就想过去告发，但是我不能去，我要是去了就等于自投罗网。谁说要你去告发？现在你不是一个人，还有我们。这两句话不断的在程武的耳边回旋，作为一个孤儿的他，这两句话对他的触动特别大。哎，你说话呀，伟哥说的对，
现在你不是一个人，还有我们。你将那藏东西的地方告诉我们，我们假装热心群众去举报。陈武平复了一下心情，才说出了地址。张亮听完就要往派出所跑，不过被周立伟一把拉住了。伟哥，你拉着我干什么？我们赶紧去将地址告诉公安同志，让案子早点破了。等一下，没必要我们亲自出面，到时候公安问来问去也麻烦，写个纸条，随便找个小孩送过去就行。我们最好还是不要引起公安的注意为好。我咋就早没想到这个法子？呵，就你，我都没想到呢，也就伟哥聪明。周立伟没管两人的斗嘴，写好了纸条，又掏出5毛钱，让陈武找个机灵的孩子交到公安手里。当所里的公安同志看到纸条上的字，连忙向领导反映了此事。公安和武装部的人动作很快，当他们到达民房的时候，几位主谋刚商量好对策，直接来了个人赃并获，这下想狡辩都不行了。这两人明明是第一次见面，周立伟却知道这个男人的前世今生，还说出了他小时候被公鸡啄过小鸡鸡的事。马朵，居然还是不能回去，那黑狗子被抓了，肯定会供出我。我只要回村，公安肯定就会去抓我。阿武，想不想去港城？港城？听说那边生活的都是资本家。怎么可能？只能说有资本家，那边实行的就是资本主义制度。就目前来说，那边要比大陆发达，经济发展迅速，已经有很多高楼大厦，很多人出门都开小车。陈武慢慢睁大眼睛，眼里有着不可思议，也有着向往。不过那里也很乱，穷苦的人很多，底层的人并不好过，时常也会被欺负，打架斗殴的现象不少，搞不好小命就没了。陈武皱眉思索，他现在留下来也是东躲西藏，要是被抓，小命能不能保住也是两说。我去港城。好，我想办法给你弄介绍信，你到时候坐火车先到羊城，然后找一个码头，想办法跟着货轮过去。记住，在码头上一定要小心，一切以命为主，只有命保住了，其他才好说。陈武心里触动，他不知道这个刚认识1天的人为什么对他这么好，也就他是个男的，不然就要以为他是看上自己了。伟哥，要不你再给我算一下，我去港城是否顺利？去了那边发展怎么样？我说了，只要有了关系，我就看不出来了。我算是救了你，就有了因果关系。你以后怎么样，我是算不出来的，只能靠你自己。真的？比真金还真。不过我可以跟你稍微提点一下，港城的工资都不低，就是扛大包1个月也能挣上千。陈武又瞪大了眼睛，一脸的不可置信。所以只要你到了港城，踏踏实实的找个工作干着，养活自己是没问题的，省点也能存不少钱。1个月上千，就是不省也能存不少钱啊。港城很乱，有很多马仔，他们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杀人放火、当街抢坤都是很平常的事，所以你要低调，有钱也尽量苟着。伟哥，这马仔我好像能听懂，但这苟着是啥意思啊？苟着就是低调的意思，不要让太多人注意到你。懂了，这个我在行，我从小到大就是苟着的。对于陈武惜命这点，周立伟是不担心的。上辈子在牢里那种环境下，他都能坚持下去。他相信他去港城也能保住他那条小命。去了港城后，关注一下证券交易所这个地方，可以学习一点相关知识，但不要轻举妄动。今年年底之前不可以买进任何股票。这什么证券交易所是什么地方？股票又是什么？为什么不能买？你只要记住我说的就行。去了港城，自己去证券交易所了解一下就知道了。一定要记住了，先不要买，想买也只能等今年过年了再说。最好的时机就是过年前后，那时候你可以闭眼入。伟哥，这些都是你算出来的吗？目前我也就能算出这些了。不过我跟你说的这些，你不能跟任何人说，要不然就不灵了。我知道了，伟哥，你可真厉害。我开车去酒厂，让他们马上装车，我们尽量今天就出发。周同志，怎么不多休息1天？不了，过几天对象过生日，我得赶回去陪他过生日。行，我让人马上装车。罗厂长离开了办公室，下楼通知去了。周立伟借口去上厕所，没有跟着下楼。周立伟在罗厂长下楼后，快速的回到了罗厂长办公室，拉开了抽屉，麻利的撕下几张，揣进了兜里。现在有了介绍信，陈武去哪里都方便了。罗厂长，我先回招待所收拾一下，也叫上我同事，等下我们过来就直接走了。行，
我们这边最多1个小时就能给你们装好。弄到了。伟哥，还是你厉害。谢谢伟哥。程武接过，磕磕巴巴的念起来。全程武，青城市。张亮见他半天蹦不出几个字，有点着急，直接拿过来自己看。哈哈哈，全程武，神特么全程武。武哥，这个字念金，不是全，叫金城武。要是人家检查你的介绍信时，你说自己是全程武，肯定要露馅。程武被笑得有点不好意思，他是孤儿，从小到大也不认识几个字。记住，现在你叫金城武，青城市人，是青城酒厂的员工家属，这次到彭城是探亲去的。现在我们去车站买票，尽量买最近的一趟火车。顿时程武有点窘，他现在可是身无分文。周立伟看出他的窘迫。路费我借你，等以后再见面时你还给我。谢谢伟哥，你放心，以后我一定会加倍还给你的。三人去了火车站，周立伟帮忙买了车票，程武拿着车票和介绍信，眼睛又红了。周立伟看时间不多了，让张亮去买一些吃食，而他则是掏出1000块钱和一些全国粮票给了他。这些钱票都拿着，最好是放到内裤兜里。说到这，周立伟想到一个问题，也不知道程武的内裤上有没有内兜，他的也是他妈给缝的。你内裤有兜吗？没兜。周立伟看了一眼周围，咬了咬后槽牙，将人拉进了一个公厕。两人再次从公厕出来的时候，程武还在一个劲儿地问：伟哥，你真的不穿我那裤衩吗？虽说我有好多天没换过了，但也比你光着腚好吧？你给我闭嘴，小可爱的，能不能将那玩意儿给老子丢掉？行，你不穿我马上丢掉。我这都是造了什么孽？早知道遇见这家伙，连自己的裤衩都保不住，就不应该理这家伙的死活。伟哥，你给我的钱有没有太多了？要不我还是还给你吧。出门在外，穷家富路。这时张亮也买完东西回来了，感觉两人的气氛有些微妙。赶紧的，火车快进站了。记住，才不外露，身上的钱多分几个地方藏。两人回了招待所收拾东西，张亮有点担心。伟哥，我们要不要再留一晚？你好好休息下。不用，咱今天就动身走，去下一个城市再好好休息。说着话，将张亮赶出了房门，然后从行李中翻出了一条干净的内裤，快速的换上，才打开门让张亮进来。我刚才是说错什么话了吗？居然被赶出去罚站了30秒。4天后的晚上，夜晚漆黑，平静无风。伟哥，到哈市了吗？快了，估计还有个把小时就到了。伟哥，这次辛苦你了。你要不再睡会儿？不了，现在不怎么困了。这时张亮看到前方有人挥手。荒郊野外的，怎么还会有人呢？肯定是看错了。伟哥，我有没有跟你说过，晚上开夜车的时候，要是遇到什么东西在招手，一定不要理他，要无视他，知道吗？周立伟好笑，他自然是看到前面有人在招手，是有人想搭顺风车。亮子，那我有没有跟你说过，遇到这种情况，有时候不是你想不停就能不停的，你要是不停，对方说不定直接就扒在了你车上，你就是反应迅速，一脚油门下去也无济于事。为什么？因为能直接扒到你车上的8成是鬼，就算你停不停下来，对他们来说都无所谓。不听这解释还好，听了这解释，张亮的汗毛都竖起来了。伟哥，咱真的冲不过去吗？亮子，告诉你，这个世界上往往人比鬼可怕，你以后要是真遇到了这种情况，还是就直接冲过去吧。这两个男人走夜路的时候，忽然看到远处有人向他们招手，这下可给张亮吓坏了。这又是为什么？你不确定对方是人是鬼的时候，就先顾好自己，不与这些接触就行。那伟哥，你为什么要停下？因为对方就一个人，我们两个，关键我身手还不错，就算对方是坏人，我应该能应付。不过以防万一，亮子，你将座位底下的钢管准备好。张亮立马照办，从座位下掏出2根钢管，紧紧地握着。师傅，帮忙，我哥受伤了要去医院，帮忙送一下，我会给报酬的。我家就在城里，只要你们帮忙将我哥送到医院，我就给你们100块的报酬。这么大方，开口就是100块，将近一个普通工人4个月的工资了。周立伟没急着开口，而是看向路边，
果然看见还有一个满身是血的男人躺在路边。男人见周立伟半天没说话，哭着说：“师傅，帮帮忙！要是您觉得100太少，200也行，要多少你只管开口，就是要其他东西也行，只要你开口，我都想办法给你弄到。”我蒋少华一口唾沫一个钉，说到做到。周立伟眉头挑得更高了，这人要不是口气大吹牛，就是身份不简单，要什么东西都能弄到，这怎么听怎么像是搞投机倒把的。要什么有什么，3转1响有吗？有，保证有。男人已经昏迷过去了，脸上鼻青脸肿的，已经看不清原本的模样，身上还有刀伤。你们是什么人？你哥为什么会受这么重的伤？蒋少华支支吾吾，说不出一句话。你可以不说，但是我不可能让一个身份不明的人上车。师傅，求你了，我们不是坏人，我们真是哈市城里人，我在哈市一中上学。我想知道他是什么人，做什么的，为什么会被人砍？我也不知道。周立伟转身就要走，蒋少华一把拉住了他。师傅大哥，求你了，帮帮忙！要是你们不帮忙，我哥真的会死的。我起码要知道你哥是做什么的，值不值得我救？我且问你，你哥是不是搞投机倒把的？蒋少华听周立伟的问话，惊讶的都瞪大了眼睛。不是，我哥不是。周立伟叹口气，原本就以为是一个人想搭个顺风车，没想到还有麻烦的伤患，越想越觉得麻烦，打算不管了。师傅，求你了，我都说，我哥的确是做投机倒把的，不过请你相信，他不是坏人。今天受伤是因为我哥被人阴了，前几天黑市被举报，正好我哥提着他们老板的一袋子钱财，被洪秀章盯上了。当时逃跑的时候为了保命，情急之下就将那一袋子东西丢了出去，后来返回去自然是找不到了。结果他们其他人就是认定是我大哥私吞，一定要他交出来。我哥哪里交得出来，今天就被他们捅伤了，丢到了这野外。周立伟听完后一脸复杂，车上的张亮也竖着耳朵，他怎么越听越觉得这件事貌似还跟他们有关啊。上车吧，不过后车厢已经装满了货，只能在前面挤挤。副驾驶很挤，张亮和蒋少华挤在一堆，受伤的男人就靠在他们俩的身上。等下医院医生问起，就说是遇到半路抢货的了。你们也是跟车的人，介绍信和工作证被人抢了，有我们的也说得过去。原本要1个小时的路程，40分钟就到了，将人抬进医院，送进了手术室，周立伟才转身离开。师傅，那个啥，你们能不能将我送回家？我去取点医药费，顺便将你们要的3转1响给你们。这人真的是混黑市的，混黑市的有这么单纯的人？行，那我就送你回去。顺着蒋少华的指路，车子又缓缓行驶在哈市的街道上。你家里几口人？这么晚回去还这副样子，他们不担心吗？家里就我和我哥2个人。师傅，等下到家了，你们在我家洗个澡，换身衣服。我家还有空房间，你们要是不嫌弃，在我家休息也行。到底是自己看走眼了，还是这就是个憨黑苦？多了，哪里敢住你们家？也不知道你们惹到的那些人会不会就守在你们家门口？现在过去我都觉得很危险，更别说住在你们家了。要是他们跑进家里砍人怎么办？说完还看向周立伟，一脸担忧。伟哥，要不我们啥也不要了，找个招待所去休息吧。你们放心，那些人不认识我，也不知道我们家在什么地方，我哥从来没告诉过他们。这样啊，还好。你哥在野外受伤了，你是怎么知道的？我今天上午想去找我哥，无意中看到他被几个人拖上了一辆牛车，我就悄悄地跟在了后面，跟了3个多小时，才看到他们将我哥推下牛车，还沿着一条小道将人拖到了山上。我背着我哥不知道走了多久，都还没到城里。就在我快要绝望的时候，你们的车就来了，真的要感谢你们，你们就是我哥俩的救命恩人。没想到这个看上去还一脸稚气的蒋少华，这么的有毅力，也是个人物。周立伟和张亮没继续再问什么，很快就到了蒋少华的家。东西就不用了，我也就是跟你开个玩笑，我们借你家洗个澡换身衣服，等下将你送去医院，我们就找个招待所就行。都说好了的，我家里刚好有我哥准备的3转1响，他说给我以后娶媳妇用，我还小，娶媳妇还早呢。东西真不要，我们就想洗澡换衣服，能行咱们就留下，不行我们就直接走了。蒋少华无奈只好答应，又去帮忙烧洗澡水。周立伟和张亮动作都很快，
洗好澡换了身衣服就离开了。两人找到招待所住下，只是将行李包拎进房间打开时，发现里面居然多出了200块钱。伟哥，先睡吧，等明天我们再去医院将钱还回去。伟哥，你说上次我们捡的那袋东西，是不是就是蒋少华他哥扔的那一袋？不管是不是，这事都过去了，以后就不用提了。次日，两人睡醒后，随便吃了点东西，就去了医院。只是刚到医院，还不等他们打听是哪间病房，就听见一阵嘈杂声。周立伟和张亮只是在路边救了个人，却被当地的黑帮盯上了，并扬言说要弄嘎他们两个。就说是你小子私藏啊，原来都是给你这个弟弟了。告诉你们兄弟俩，把东西都给老子吐出来，要不然下次就不知道你还有没有这么好的命。一起的还有你弟弟。又是一阵打杂声，医院的保安到了，那些人总算消停了。他们兄弟俩欠我们的钱，我们就是来讨债的。讨债那是你们的事，但是在医院闹就是不行，不然送你们去派出所。行，那就等他们出院了再说。话落，那些人就准备离开。周立伟忙拉着张亮往医院外走去，停在了医院门口，假装在等人的样子。很快，有几个年轻人走了出来。胡哥，要不要我守在医院门口，等他弟弟出来，我们就将他给抓了。你守着，不要轻举妄动，看见那小子跟着他就行，看看他们落脚的地方，东西肯定就藏那里了。另外，大山，你带兄弟们再去查查，昨天到底是谁救的他，查到将人给我绑过来，说不定他们就是同伙，老子要让他们吞下多少都给吐出来。话语中的那股狠劲让张亮打了一个哆嗦，周立伟倒是很淡定，拍了一下张亮的肩膀。进去吧，放心，我不会让他们查到我们头上，更不会让你有危险。两人进病房的时候，蒋少华正在收拾被扔了一地的东西，看见两人，很是惊喜。周师傅、张师傅，你们怎么来了？随后就向他哥介绍周立伟和张亮。谢谢两位同志的救命之恩，以后两位要是有什么事，尽管说，我齐光荣定会万死不辞。我们今天来就是还钱来的，昨晚你弟偷偷往我包里塞了200块钱，现在还给你们，顺路的事真没必要。齐光荣和蒋少华都推拒，说什么也不肯将钱拿回来。周立伟强行将钱塞到蒋少华的手里。行了，不推了，我们说正事。刚才来的时候看见闹事的了，你有什么打算？周同志、张同志，我能不能麻烦你们一件事？我知道你们不是哈市人，你们离开哈市的时候带着我弟弟走，那些人盯上了他，他以后会很危险。哥，我不走，我走了你怎么办？放心，你走了我没了顾虑，我一个人躲起来也很容易，保证谁也找不到。蒋少华自然不信，红着眼睛不肯答应。齐光荣都快急死了。行啊，你们兄弟俩也不用争了，我可什么都没答应。两人皆是一愣，蒋少华很是尴尬，齐光荣又想恳求，周立伟直接抢先开口：你跟我说说那个虎哥的情况。经齐光荣一番介绍，周立伟他们才知道，最大的黑市老大是一个叫坤哥的人，而齐光荣和虎哥都是帮他管黑市的人。当时我看洪秀章的人追得越来越近，在拐入一个巷子时，我就将东西丢了出去。谁知道当时那里站着2个傻子，我想收手已经来不及了，更不敢停下多说什么，只能祈祷那2个傻子没事。傻子周和傻子张都一脸便秘地看着齐光荣，想反驳2句什么，终是将要反驳的话咽了下去，烂在了肚子里。后来我逃脱后，还专门去打听了下，没有人被抓起来，我也就放心了。可是虎哥一口咬定是我借机私吞了，那种情况下，最有可能是洪秀章的人捡去了。可是坤哥去找了人，那边说根本没捡到任何东西，于是坤哥也怀疑上了我。接下去的事不用齐光荣说，周立伟他们也能猜出个大概。周师傅，我求求你，能不能将我弟弟带离哈市？他是个好孩子，还在上学，心地善良单纯，他不应该被我所牵连。齐光荣请求着，蒋少华拒绝着，一个说要，一个硬不要。周立伟和张亮只是在路边救了个人，却被当地的黑帮盯上了，并扬言说要弄嘎他们2个。知道坤哥的底细吗？知道一点，我有次无意中碰见过他和革委会的主任见过面。你了解这个革委会主任的为人吗？
齐光荣皱着眉看着周立伟。周师傅，你想做什么？我劝你还是不要轻举妄动。这个革委会主任可是个狠人，咱们斗不过他。谁说要跟他斗了？我就问问他的为人怎么样。据我所知，他当初是靠举报他前妻的娘家上位的。说说看。周立伟来了兴致，张亮和蒋少华也一脸好奇地盯着齐光荣。听说他前妻家以前是资本家，因为他十分聪明，长得也一表人才，加上那家人就他前妻那么一个女儿，就将他当儿子来培养了。后来他开始追求他的前妻，那家人都很高兴，两人顺理成章地结了婚，不过是入赘。后来呢？后来国家反资本主义，他是第一个跳出来举报并和他前妻一家划清界限的，为了表决心，还硬生生地用刀在脸上划了一刀，至今都留有一条刀疤。这的确是个狠人，对别人狠，对自己更狠。与这种人为敌，那是十分危险的。之后，他就带头抄家，将他前妻家的钱财全都找出来充了公。大家都说他思想觉悟高，提倡跟他学习，没2年就当上了革委会的主任。这升职够快啊！2年的时间就坐上了一把手的位置，可见手段一般。这种角色，我还真不想与之为敌。那他前妻一家怎么样了？还能怎么样？2位老人被活活批斗死了，他前妻也受不住自杀了。最搞笑的是，那位居然亲手安葬了他们。对外说亲手安葬也只是彻底了断最后的这点情分，就因为他这一举动，大家都说他有情有义，是个好同志。他还有2个孩子，有的1儿1女。当时他将2个孩子送去了别的地方，等他们回来的时候，正好是他前妻和前妻的父母死的时候。他对外宣称2个孩子也和他们划清了界限。现在这2个孩子多大，又在哪里？他大女儿已经结婚了，嫁的还是革委会的副主任，儿子好像是下乡当知青去了。周立伟若有所思，也不知道这2个孩子对他们这个革委会的主任老爸是个什么态度，可以找机会接触1、2，探探底。你知道革委会的副主任叫什么名字吗？齐光荣怔怔地看着周立伟，提醒道：“他是革委会主任的女婿。”我知道，但你也说了，只是女婿，那位主任之前还不是做人家女婿的。要知道，如果他老丈人真的空出了这个位子，收益最大的人是谁？可不就是他这个女婿吗？可是你刚才不是说不跟他斗吗？不是斗，是反击。与其等着让别人打，还不如主动出击，让别人没有力气来找茬。可是这样很危险。那又怎样？被动不是更危险？还是说不反击，你有更好的办法吗？等嘎吗？齐光荣一噎。是啊，不反击还能怎么办？只有死路一条，反正是死，还不如放手一搏，搏了还有一点生机。齐光荣瞬间想通这些，顿时乌青的眼里迸射出了炽热的金光。他叫陈达，我们之前有过接触，别人不知道。你要是想见他，倒是可以提一下我的名字，就是不知道他现在听见我的名字会不会避之不及。周立伟和张亮只是在路边救了个人，却被当地的黑帮盯上了，并扬言说要弄嘎他们2个。知道了革委会副主任的信息，周立伟就拎着2包点心直接上门了。你找谁？开门的是陈达，27、8岁的样子，中等身材，标准的国字脸。周立伟往屋里瞄了2眼，看见一个脸上有刀疤的中年男人坐在沙发上，瞬间就确定了他的身份，是那个划伤自己的革委会主任黄国栋。陈大哥是吧？我老家来的。陈达眼神闪了闪，他老家可基本没什么亲戚了。你打哪儿来的？我打老家来的。原来是从老家来的，快请进。我这都好久没回老家了，你是哪家的我都有点记不清了。周立伟进了屋，就感觉屋里气氛好像不怎么好，剑拔弩张，火药味十足。陈哥，我是立伟儿，周立伟，就是你二大爷堂表姑父家的大姑子的小舅子的孙子。那个我二大爷，还有那个啥小舅子，他们身体都好吧？还好，都还好，就是都念叨陈哥你，说你如今出息了。我说珊珊啊，你和陈达长点心吧，什么穷亲戚都往屋里领。我家要接待什么亲戚，不用一个外人指手画脚。说着还站起身，好像故意跟他那个后妈对着干一样，对着周立伟很热情。是立伟兄弟啊，你坐着跟你陈大哥聊聊天，嫂子去给你倒杯茶。
周立伟假装听不懂段美华的意思，只笑着回应黄珊珊：“谢谢嫂子。”老黄，你看珊珊她怎么说我是外人呢？我可是她后妈，从小到大我对他们还不好吗？珊珊现在是个孕妇，脾气难免有点大，你作揖的多担待点。呵，有点意思。姓段的自称是后妈，姓黄的却说她是座椅的。陈达，既然有亲戚来了，你和珊珊就先招待客人，我和你们段姨就先回去了。我给你们交代的事情，你们俩上点心。说着还似笑呵呵地对着周立伟点点头，还抬步离开。陈哥，那女的是谁啊？咋还朝我挤眉弄眼脸？是不是看上我了？哎呀，我可是有对象的人，咱们都是正经人，可看不上她那样的。陈哥，你回头跟她说说，就说我看不上她，以后见了别对着我发骚。话落，他就听见身后响起了一个银铃般的笑声，原来是黄珊珊从厨房端茶出来了。周立伟听见这笑声，再看看陈达的表情，顿时放下了心。我知道你不是我老家的，说吧，你是谁？来找我有什么事？陈主任认识齐光荣吧？他让我来找你的。我就知道你跟那小子熟悉，什么老家来的人，也就他跟我说过这样的话。他昨天差点被人打死，扔到了野外。陈主任知道吗？陈达大惊失色。他现在人怎么样了？周立伟见他有点着急的样子，心神动了动，暂时脱离了危险，不过接下去能不能保住命，还有未可知。什么意思？动手的是虎哥他们一行人，应该是坤哥默许的，而且扬言不会放过他，也不会放过救了他的人。这两人前一刻还在和父亲快乐的聊天，而等父亲走后，却立马变了一副面孔，甚至联合外人想要拉父亲下马。陈达吸了一口气，看着周立伟不说话，黄珊珊在一旁捂着微微隆起的肚子，屏住了呼吸。救他的人是你？对，就是我。你们想怎么样？我们自然想反击，只是据我们所知，坤哥后面有人罩着，陈主任觉得我们又该如何？他们都明白，坤哥背后的人就是黄国栋，这话意思其实已经很明显，反击的话势必要得罪黄国栋。我和光荣也算旧识，他受伤，我理应伸出援手。可是坤哥以及他那背后之人有些邪门，手段多而且残忍，我也无能为力。反击的办法我有，就是看陈主任敢不敢答应。黄珊珊似乎也听懂了他们的对话，还不等陈达决定，黄珊珊就迫不及待地答应了下来。有什么不敢？你有什么好办法？只要可行，我们就无条件答应。周立伟看向陈达，眼神询问他女人说的话可算数。陈达点头，周立伟没有说出他有什么办法，而是对黄珊珊道：先说说你的想法，你真的愿意？我为什么不愿意？他当初那么对我母亲，还有我的外公外婆，他们明明是那么好的人，他却为了一己私利，逼死了他们，他早该下去给他们道歉了。珊珊，不要太激动，小心肚子里的孩子。放心，岳母和外公外婆的仇，我一定会给他们报的。接着，陈达侧头看向周立伟，我知道你是想看看我们的决心，你放心，这个世界上没有谁比我们更想看到他去死，所以只要你真的有好的计谋，我一定会好好配合。周立伟颔首，试探到这一步已经够了，没再犹豫，将他和齐光荣商量好的计划说了出来。等他说完，陈达却是摇了摇头，不可行。我们也知道那个叫坤哥的一直在替他做事，黑市赚的那么多钱，大部分都是落入了他的口中，但是他藏到了什么地方，我们一直都没找到。还有我外公外婆家的东西，当初他上交的也就是其中一小部分，大部分的东西都被他私藏了，也不知道藏到了什么地方。周立伟眉头紧锁，他没想到黄国栋居然这么能藏东西，做事也能这样滴水不漏，连一点把柄都没有。他的家里你们都有认真仔细检查过吗？检查过，连他的卧室都去查过，我们去帮忙搞过几次大扫除，家里里里外外都翻遍了，也没发现什么异样。这时候周立伟也有点想不通了，那么多钱财能被他藏到哪里？陈哥，黄姐，我有一个办法，可以不用去找到那些他藏起来的东西，就是不知道你们愿不愿做。什么办法？既然家里没有任何可疑的东西，那咱们能不能就制造一点？接下去三人又好好计划了一下细节。陈达和黄珊珊都是特别谨慎的人，每个想到的细节都要仔细反复推敲。
最后，周立伟去了医院一趟，将他们重新商量的计划告知了齐光荣。伟哥，真的不用我一起去吗？不用，你就在招待所守好那一车的货就行，那可是公家的东西，是国家财产。说着话，周立伟就已经3两下收拾好，拿上车钥匙下了楼。这两人前一刻还在和父亲快乐的聊天，而等父亲走后，却立马变了一副面孔，甚至联合外人想要拉父亲下马。周立伟直接找到放哨的人，我找你们虎哥有笔大买卖。放哨的其中一个像瘦猴一样的人，上下打量着周立伟。我们不做买卖。是吗？要是不做，我找别人去了。你要是坏了虎哥的好事，也不知道你好不好交代。说完就作势要走，瘦猴连忙叫住了他。等等，你先说说是啥买卖？周立伟提了提手，让对方看清了是什么东西。原来是酒，这可是好东西，紧缺得很。你稍微等一下，我去问问虎哥的意思。行，你跟虎哥说，我路过这里，经人介绍来找他的，现在就有一车货，他要是不要，我就立刻拉走。没多久，瘦猴就气喘吁吁地跑了回来。同志，我们虎哥说想先见见你，你跟我来。周立伟点点头，顺手给了瘦猴一包烟。兄弟，辛苦了。瘦猴很是惊喜地接过烟，谢谢老板。然后主动开始跟周立伟说道：今天除了我们虎哥在，还有我们老大坤哥也在。老板，偷偷告诉你，我们坤哥比虎哥更好说话，你这生意今天肯定能有个好价钱。周立伟笑着道谢。这包烟没白送，坤哥也在的话更好。我本来就是想通过虎哥引出坤哥。你们这安全部经常有人突击检查吗？放心，安全得很。咱们坤哥是谁呀？要是有人来检查，咱们会提前收到通知，要是没收到通知，我们在各个口子上都有人，也会提前收到。周立伟假装放心的点点头，跟着瘦猴7拐8拐就拐进了一间普通的民房。听说你手里有好东西。周立伟将手里的2瓶酒放在了桌上。刚从外地运过来的。坤哥和虎哥都来了兴趣，这个年代本来就缺粮食，更不要说有多余的粮食拿去酿酒。青城弄来的。有多少？你们想要多少？坤哥愣了一下，抬眼打量了周立伟一番，勾唇笑道：呵，我要多少就有多少。周立伟皱眉，一脸为难。坤哥见他这样，哈哈大笑。在他看来，周立伟就是个初出茅庐的小子。小伙子，你就直接说你有多少货就行了，不用耍那些小聪明。目前有一车货，3000箱，你们能要多少箱？什么价格？1箱8块，里面4瓶。行，你那一车我全要了。虎哥动了动嘴皮子，眼珠转了转，终是没说话。真的？那我什么时候可以把货送来？还是你们自己去取？你们的货在哪里？在招待所院子里。坤哥有点好奇，这人明显是搞投机倒把，怎么敢大咧咧的将货放在招待所那个地方？周立伟似看出了他的疑惑，挠头憨憨道：我就是路过哈市，有正式工作和介绍信，车停在招待所，有门卫守着也安全，他们也不会怀疑什么。坤哥点头，这小子有几分小聪明，还是你送吧。行，我送的话就等明天凌晨，白天的话总不太方便。要是晚上，我怕招待所引起怀疑，毕竟没有一到晚上就赶路的，只有说早起赶路的。坤哥觉得他说的有道理，点头答应了下来。就交易的地点和具体时间又确认了一番，周立伟才离开。革委会里，陈达敲响了黄国栋的办公室。爸，等下我带珊珊去家里吃饭，说一下你们昨天说的事情。我已经跟珊珊做了一晚上的思想工作，她终于松口了。不过她说她还要爸跟段姨的亲口保证，最好有个书面保证才行。爸就知道你会来事，晚上我让你们段姨做2个好菜，到时候我们也俩好好喝一杯。陈达笑着答应，态度很是恭敬。让我劝弟弟回来也行，但我有一个要求，和高家姑娘的事要看他自己的意思，他要是没看上，谁也不能逼他。这是自然，我原本也就是这个意思。口说无凭，我要你们签一个保证书，保证书我都准备好了，你们只要签字就行。
说着，还示意陈达拿出他们早就准备好的保证书。签名时，发现手边没笔，就拿着保证书起身，准备去书房找支笔签字。他刚起身，段美华就起身跟在黄国栋的身后。我陪老黄去找笔，顺便也一起将字签了，你们先吃着。待黄国栋和段美华的身影消失在两人的视线中，黄珊珊赶紧从口袋里摸出了一小包白色粉末，倒入桌子上的蛋汤中。黄国栋和段美华两人喝过汤后，没多久药效就发作了，双双倒在了饭桌上。陈达和黄珊珊赶紧将他们拖回了卧室，脱了两人的衣服，就将人丢在了床上，又将事先准备好的信件放进了书房一个十分隐秘的地方。与此同时，周立伟也驾着货车来到和坤哥约定好的郊外。当周立伟将一车货运到指定地方的时候，虎哥已经带着人在那里等着了。怎么只有虎哥和4个彪形大汉来了？表面看，跟着虎哥的这4人是来搬货的，但周立伟怎么觉得这几人像是来打劫的？周立伟刚停好车，几人都围了过来。周立伟用尽全力推开车门，前面的两人被车门撞得向后倒去，顿时鼻血横流，人也头冒金星。还不待他们扶着人站稳，周立伟就跳下车，钢管就直接捅了上来。可是还不等虎哥想清楚，钢管就像箭一样直逼当下，一声惨叫划破天际。兄弟，咱们可是说好来交易的，可不行动粗。呵，老子什么时候说跟你们交易了？不是你们拦路抢劫吗？虎哥双目瞪大，不可置信地瞪向周立伟。你阴我们？被你看出来了，那老子就不废话了，说吧，坤哥在什么地方？虎哥眼珠转了转，原来这人的目标是坤哥，看来是坤哥得罪了什么人。这人的武力值还不错，要是真的能将坤哥干掉，他手底下现在就只有我这个得力助手。要是坤哥出事，我是不是就可以趁机上位了？想通这一切，没任何犹豫的就出卖了坤哥。周立伟将几人都用绳子给绑了，还去了他们车上搜刮一番，将那2万4的货款给拿了，其他几人身上的财物都没动。兄弟，你看这钱你也拿了，坤哥在什么地方我也告诉你了，你是不是得将我放了？周立伟像看傻子一样的看着他。等下如果能找到坤哥，就放了你，钱也分你一半。虎哥眼神一亮，你说真的？真的，我要对付的不是你，是坤哥，只要能逮住坤哥，就没你什么事了。好，那我们现在就去找坤哥。不急，再等一会儿。也没等多久，就听见了车子发动机的声音。虎哥有点着急。兄弟，这是个什么情况？周立伟俯身在他耳边，记住，一口咬定你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是坤哥让你来的，你只有将自己摘干净，我就能将你捞出来。虎哥拼命点头，心里慌的一批。做他们这一行的，最怕就是被动的跟公安打交道。车刚停下，张亮就冲了下来。伟哥，你没事吧？没事，我很好。麻烦公安同志了。几个公安一脸懵逼。不是说半路遇抢劫货的吗？怎么感觉他啥事也没有啊？这到底是谁抢劫谁？为人民服务，应该的。初步了解了一下情况，知道另有主谋，赶紧又分成了2组，一组带着周立伟和几个犯人回派出所，一组去抓捕坤哥。周同志，说说具体情况。今天早上我们早早的就出发了，想着能早点到家，谁知刚出城没多久，就看到前面横着一辆车，还有几个彪形大汉，一看就是拦路抢劫的。于是我就让我同事偷偷下了车去报警。你是怎么以1敌5的？你的身手很不错。我们跑车的会经常遇到拦路抢劫的，车上都会准备一些防身的东西。他们围上来的时候，不知道我手上有家伙，又看我只有1个人，也没警惕，我就趁其不备，先发制人，拿着钢管将人打了。只字没提伸手的事，懒得多解释，只能让公安们自动脑补，是遇到劫匪多了，打得多了，有了经验。上集说到，周立伟和陈达兵分2路，他去搞定坤哥，陈达去黄国栋的书房放财物，却不料两边都发生了意外。又过了将近半个小时，去抓捕坤哥的几个公安空手回派出所的时候，将那边的消息也带了回来。坤哥跑了，一起的还有特务黄国栋和他的爱人段美华。周立伟心紧了一下，怎么会让他们逃了？公安同志，那个坤哥就是主谋抢我们货的人吧？他怎么逃跑了？是你们去抓人的时候逃跑的吗？
不是，这人还牵扯进另外一起案子。我们到的时候，他已经被另一起案子的同伙给带走了。看样子陈达那边并不顺利，还真是老狐狸。黄国栋的确是只老狐狸。昨晚他和段美华喝了掺了安眠药的汤，因为药效不足，凌晨3点左右就醒了，然后就发现了在书房翻找财物的陈达。陈达，你在做什么？黄国栋的突然推门进来和他的质问，让陈达吓了一跳。陈达知道公安那边要不了多久就要来人了，他只要再拖延一点时间就行。爸，你们醒了。昨晚你和段义不知道怎么就在桌上睡着了，我不放心，就留了下来。本来是想进书房看看书，结果坐在书桌这里的时候，发现脚下不对劲，我就将书桌挪开了看了看，没想到不是我的错觉，还真的有问题。爸，你看，这下面好像是个通道。黄国栋直直地盯着陈达。编，你接着编，你看我信不信？趁着陈达不注意，黄国栋率先出手，两人打得难舍难分。段美华听见动静也过来了，两人一起对付陈达。三人纠缠了半天，陈达最终被两人按倒在地上。陈达从黄国栋眼里看出了明晃晃的杀意，心里涌现出了恐惧，面上却笑了起来。死到临头了，居然还笑得出来。我为什么笑不出来？我就算是死，也要拉2个垫背的。你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们以为杀了我就能逃得掉吗？我早就报警了，公安马上就要来了。黄国栋脸上一变，将陈达一拳打晕了后，就急忙去了客厅拨了一通电话出去，结果还真有他的举报，顾不得其他，只想着逃命要紧，又拨通了坤哥的电话，让他开一辆车在老地方等。只是他不知道的是，他的车后面还有一个骑着自行车的人吭哧吭哧的跟着。坤哥将车停在了院外，人就进了院门里，没多久就搬着一箱什么东西出来了，将箱子放进车里后，又返回了院子里。林从看到停在院门外的车子，心定了定，观察了一下四周的环境，就走到离这处院子较远的一户人家，敲响了房门。谁呀？这个点来敲门，不让人好好睡觉。林从见门打开，很利索的就推着自行车进了院门。哎，你谁呀？怎么钻到我家来了？大叔，帮个忙，我是帮公安抓坏人的。林从压低声音说道，从裤兜里掏出5块钱递了过去。大叔，帮忙去派出所报个警，就说有特务要跑路了，只要帮忙跑一趟，这5块就给你，等回来再给5块。这时候，大叔的2个儿子也出来了，其中一人接过林从手里的钱，惊喜道：爸，还真是5块钱。他们只商量了2句，就答应帮忙去派出所跑一趟。特务有可能在公安赶过来之前想要逃走，你们要是能帮忙将人抓住，可以再多给你们一点钱，派出所肯定也会奖励你们的。这家人很激动，拿钱的那个男人问：有多少特务？目前我知道的就1个，就是不知道那屋还有没有同伙，我们到时候先观察一下，要是对方人少我们就上，要是人多我们抓不住，我也不敢让你们去冒险。就这句话，这家人对林从的好感蹭蹭蹭的往上涨。同志，你放心，抓特务是我们每个人应尽的义务，就是不给钱，我们也会干的。最后，去派出所报案的是这家的最小的儿子小三。林从想小三快点，在他出门的时候，还将自行车推给了他。小三咧着嘴高兴得很，推着自行车就出了院门。等小三一走，林从就问这家人要了1颗螺丝钉，然后摸黑到了坤哥的车子边，扎破了车子的2个轮胎，然后又回到那家人家里，躲在院门后时刻关注着坤哥那边的动静。约莫又过了10几分钟，终于等到坤哥再次出来了。可惜了，那么多好东西都带不走。黄国栋脸上阴沉的可怕。我们带不走，别人也休想拿到，总有一天我会回来拿走所有的东西。3人还没上车，坤哥就发现了不对劲，车子的轮子瘪气了2个。操，小可爱的这个时候漏气了，怎么回事？黄哥，车轮坏了2个，现在走不了。换轮子要多久？换轮子不行，就1个备胎，可现在坏的是2个轮子。我们骑自行车走，行李也少带2个。段美华一听行李还要少拿，很是不乐意。
本来带的就少，还要少2个啊！你可以自己带，自行车就2辆，还要拖上你这个累赘，你觉得还能带几个箱子走？段美华知道黄国栋真的生气了，他不敢再造次。什么叫做我是累赘？以前让我做事的时候，怎么不嫌弃我是累赘？这时，埋伏在附近的村民一拥而上，将这3人给扑倒。上集说到，周立伟和陈达兵分2路，他去搞定坤哥，陈达去黄国栋的书房放财物，却不料两边都发生了意外。你们干什么？光天化日之下还敢抢劫？放手！你们放手！你们知道我们是谁吗？还不等他将话说完，嘴里就被塞了一只臭袜子，人也被五花大绑起来。不多时，公安就到了，进屋看见被绑的3人，心里不得不感叹：群众的力量就是强大。今天抓的犯人基本都是群众帮忙搞定的。林从自然跟着回派出所录口供，将他怎么跟踪和求助小三一家人抓住3人的事都一五一十的说了。你怎么那个时间会去跟踪坤哥？我一个兄弟前2天被坤哥打了，我想给他出气。晚上看见坤哥急匆匆的开车走了，我看他神色不对劲，就骑着车跟上了。后来我跟到他停车的那个院子外，就发现他来来回回的往车上搬了好几箱东西。等他进屋后，我爬上车查看了一下，吓了一大跳。好家伙，金光闪闪的，他肯定在做不法勾当，搞不好就是特务。我赶紧找到小三家帮忙，通知了你们公安。公安虽然听着觉得很巧合，但是也没证据证明他说的是假话。对于他半夜想揍人的想法，只能不痛不痒地教育了2句。你俩还真是难兄难弟，有难同当啊！周立伟看着在一个病房的齐光荣和陈达，笑着调侃道：那是有福也同享。我和亮子今天就要走了，下次等你过来，我们哥几个好好喝一杯。自然，下次过来要好好庆祝一番。齐光荣给蒋少华使了一个眼色，蒋少华就从病房的床底下拖出一个布袋，递给了周立伟。周立伟打开一看，原来是那笔2万4的货款。周立伟将钱分成了3份，他、齐光荣、陈达3人1人1份。谁知齐光荣和陈达都不要这笔钱。这是你应该得的，我们不要。拿着，也是你们该得的。这次大家都出了力，少华、亮子、林从，还有小三和他的家人都功不可没，陈哥就更不用说了。大家的功劳我都知道，这份是你和亮子的，你别忘了我之前可是跟着坤哥干的，我们其他人的自然少不了。周立伟听明白了，估计他和林从早就有安排，肯定不会比这点少。那行，我就不推辞了。蒋少华还记得答应他们的3转1响，在他们离开之前，死活都要将家里的3转1响给他们带走。周立伟哭笑不得，也没见过这么轴的人。行，我给钱买。伟哥，你是想打我脸呢？这本来就是答应给你们的。再说，以后这些东西我想要，我哥肯定还会给我弄的。行，那哥就不跟你客气了，谢了。车上，张亮手里捏着一沓钱，激动的眉飞色舞。哈哈，伟哥发了，这次是真发了，我就知道跟着伟哥混肯定错不了。以前我老娘还觉得我眼睛小怕是不好娶媳妇，哼，现在看谁还敢嫌弃我眼睛小。我眼睛小但是眼光好啊，跟着伟哥别说1个媳妇，就是10个那都能轻松砸回来。呵，真要砸10个回来，你敢不敢要？那确实不敢要，要了估计一个流氓罪跑不了，我就敢想想。周立伟看他那手舞足蹈的兴奋样，心里也高兴。行啊，你都数了一路了，你将钱分好，我那份直接塞到我包里就行。好嘞。张亮提过周立伟的京都皮革包，拉开拉链就往里面开始塞钱。哎，等会儿，亮子，你有没有塞多了？伟哥，不多，我本来就没出多大力，计划是你想的，也是你实施的，我啥也没干，那2000都有点多了。跟我还谦虚上了，你要说你不喜欢这大团结，我也不逼你。喜欢是喜欢，就是真不好意思要太多。行啊，少废话，你拿1万。哦，谢谢伟哥，我这一下就是万元户了。周立伟虽然是个不吃亏的性子，但是对自己认准的兄弟还是很大方的。周立伟也好心情的笑着附和。是啊，2个万元户回家了。
上集说到，坤哥和黄国栋被抓捕归案，齐光荣和陈达这对难兄难弟被分到了一个病房，周立伟和张亮两个万元户美滋滋的回了公社。周立伟和张亮回到了公社伏击站，张亮把怀里的布包交给张红喜，在他耳边小声说道：“爸，你在办公室哪里也别去，将我和伟哥的包收好了。”张红喜心神一动，这包里难不成有什么好东西？不然也不会这么郑重其事的交代一下啊。光这样想想，张红喜就很激动。好好，我哪儿都不去，就给你们守着。张亮放心了，出门前还不忘交代一句：少喝茶，别去上厕所。本来张红喜没有想上厕所的，但被张亮这样一提醒，顿时就有那么一点感觉了。待张亮走后，张红喜满怀期待地打开包。儿子，这是10几天的脏衣服，脏袜子都没洗过吧？这味道真是绝了，差点要了他老子的老命！一包臭气熏天的破玩意，居然还让他这个老子寸步不离的守着，真是坑爹的混蛋玩意！不过嫌弃归嫌弃，他还是伸手随意的扒拉了几下，看见里面有个布袋，也打开随意的瞧了一眼。张红喜揉了揉眼睛，发现没看错，又深吸几口气，赶紧将布袋重新塞回臭袜子堆里，拉好行李包的拉链，然后又起身将办公室的门反锁上。坐下后，顿时觉得尿意更甚了，想去上厕所。不行，不能去，我得在这里守着。谁知他这一憋就憋了将近1个小时，等张亮回来的时候，张红喜的脸都憋红了，不敢有大动作，只能微微弓着，尽量吸着气，缩着肌肉去了厕所。张亮见他爸的脸色不对，走路姿势也有点奇怪。老爸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周立伟开着车载着3大件回到了青山大队，云家人听到车声就知道是他回来了，都起身往院子外走去。云朝光这个小家伙跑得最快，打开院门最先跑了出来。周大哥，你回来了。回来了。小周同志，你吃了没？秀秀，赶紧去厨房给周知青煮碗面条，记得加2个鸡蛋。云秀听见母亲的交代，转身就要去厨房。周立伟赶紧阻止：“不用了，婶子，我在公社吃了才回来的。”听见他说吃过了，云秀也就停下了脚步。云大哥，朝阳，帮忙拿一下东西。云朝辉和云朝阳赶紧上前帮忙从车上搬东西，他们还以为是他的行李和带回来的一些地方特产啥的，没想到是3大件。哇，这就是收音机呀！这缝纫机还是密封牌的。云秀看见缝纫机也是两眼放光。小周啊，你看这些东西多少钱？婶子这就将钱拿给你。云婶，先不急，等你问了云小姑他们再说。他们要是还需要，再给我钱也不迟。要是暂时用不到，那就放家里，我们自己用。高桂香摸着缝纫机爱不释手，云秀也直勾勾地盯着缝纫机看。周立伟看云秀那很想上脚踩缝纫机的小姑娘，心里好笑。婶子，这缝纫机也不知道在路上磕到碰到没，你帮忙拿块布试一下，看看有没有问题。还不等高桂香回应，云秀就转身往她的房间跑去。娘，我去。周立伟看见小姑娘略带婴儿肥的脸颊，一时有点怔住。周知青。周立伟回神，视线转向云松山，心里紧张了一下，面上却十分淡定。不好意思，云叔，开车有点累了，一时有点晃神。其他人都没多想，只有云秀偷偷松了一口气，她感觉刚才那道视线太过灼热，都快将她整个人烧起来了。秀儿妹妹，这缝纫机好用吗？好用。好用就好。云叔，云婶，这是我这次从青城带的一些特产，给你们尝尝。时候不早了，我就先回屋了。哎呀，小周，东西你自己拿回去放着慢慢吃，哪能每次都送给我们这么多东西，多破费啊。云婶，您这样就跟我见外了，这些都是人家送给我的，我都没花钱。再说我住在你们家已经够给你们添麻烦了，这点特产您就不要跟我客气了。上集说到，张亮为了保护自己的包，让自己的老爹苦苦坚守了2个半小时。周立伟成功拉3大件回村，不料云婶却想给他介绍对象。这小周真是不错，多好的一个小伙子啊！我得好好物色物色，给他介绍一个好姑娘。你也说了，人家是个好小伙，
就不要给人家瞎找了，估计人家以后要回城娶城里姑娘的。高桂香想想也是这么回事，就将这事暂时放到了一边。朝阳，你去烧一锅热水，等下让小周好好洗个澡。周立伟回屋后，将包丢在地上，就成大字状平躺在了炕上，整个人放松下来，顿觉一身疲惫。伟哥，我给你烧了洗澡水。好，我马上来。谢了，朝阳。舒舒服服冲了一个澡，回到屋将带回来的14000块钱藏好，才安心入睡。一觉睡到日晒三竿，等周立伟起床的时候，很多人都干一轮农活回家了。小周起来了。婶子起来了，我去河边洗洗衣服。高桂香一听他要洗衣服，忙拉住了他。小周，你不用去洗，婶子去给你洗。以后你有脏衣服，只管拿过来。周立伟哪能让未来丈母娘给他洗衣服，拒绝道：云婶，哪能让您帮忙，我自己去洗。哎呦，几件衣服而已，很快的，反正我们也要去洗衣服，顺手的事。两人正在僵持着，恰好云秀从屋里走了出来。秀秀，你去洗家里的衣服，顺便将小周的衣服一起洗了。高桂香拉着周立伟，自己没办法去洗衣服，就指使自己的女儿。云秀一脸懵逼，抬头愣愣地看着高桂香，小声道：娘，我要做饭。你这丫头，叫你去洗衣服就去洗衣服，饭我来做。可是家里的脏衣服我一大早就去洗了。这闺女咋这么没眼力见？那你就只洗小周的衣服就行了，她就放在屋檐下的，我刚都看见了。云秀慢腾腾地起身，端着衣服朝外边走去。周立伟看见他的耳朵尖都红了。周立伟此刻心里其实是矛盾的，小妮子能给他洗衣服，他觉得挺幸福的，可是他又不想他去受累。虽说是夏天的衣服很好洗，但是也有满满的一盆，还有臭袜子，还有内裤。等等，内裤我去。云婶，这次衣服多，我自己去洗，下次我再让你们帮忙好吧？周立伟趁着高桂香做饭的间隙，偷偷地溜去了河边。周立伟远远的就看见他家秀儿蹲在河边，手里搓着他的衣服，脸蛋红红的，也不知道是热的还是羞的。秀妹妹，那个你回吧，衣服我自己来洗。云秀诧异的抬头，看见是周立伟，本就红扑扑的脸一下子更红了。不用，我洗就好，不然我娘会说我的。这傻妮子担心被骂，所以即使害羞也要洗是吧？算了，将裤衩和袜子挑出来自己洗，让这妮子帮忙洗衣服裤子就行。结果等他蹲下身准备将裤衩和袜子从盆里挑出来的时候，就发现所有的衣服都打湿了，放在石头上，还将衣裤、袜子和裤衩分门别类的分开放好。周立伟的手一顿，脸上也有点燥得慌。云秀红着一张脸，将头埋得更低了，不过眼睛会时不时朝周立伟的方向偷偷瞄几眼。那个周大哥，洗衣服不能将袜子和贴身穿的衣物混在一起洗。他的声音本就不大，混着河里的水流声，周立伟听得不太清楚。秀儿，你说什么？我说洗衣服不能像你那样混着洗。这次周立伟听清楚了，但也因为听清楚了，就十分尴尬。为了缓解尴尬，周立伟开始找话聊。秀儿，你是在公社初中上学对吧？不过马上要去县里了，我考上了县一中。挺厉害的，听说县一中不好考。也是运气好吧，我们学校考上了4个，我原本想着能考2中就很不错了。你们高中要住校吧？多久能回来一次？要住校，听说1个月能回来一次，一次放4天假。周立伟转念一想，又觉得小妮子住校更好。他去看她的时候，打着他家人的旗号，可以光明正大的看。上集说到，云秀帮周立伟洗衣服，不料里面有周立伟的内裤，这下两人都尴尬了。两人洗好衣服，周立伟将大部分衣服都放在了他端的这个盆子里，让云秀就端着一件衣服先行离开。远远的看着秀儿的身影，周立伟都觉得很满足。周知青，你回来了。周立伟皱眉看着面前这个搔首弄姿的女人，又退后2步，一脸警惕。麻烦让让，你挡我道了。周立伟连名字都懒得问，
一看这女的就没安好心。沈桃花一怔，这周知青怎么不按套路出牌？他不应该如痴如醉的看着自己吗？怎么会是一副避之不及的模样？那个周知青，你好，我是沈桃花。听说周知青很优秀，我希望能向周知青靠近，共同学习，共同进步。周立伟觉得这人不怀好意。不好意思，我这人对花过敏，所以麻烦离我远点，千万不要靠近。沈桃花在原地愣怔了半天，才不忿地跺了跺脚。这人找拒绝的理由都不走心，居然拿我的名字说事。周立伟回到云家后，自以为伤了沈桃花的面子，以后他会离自己远点。只是没想到，他这边刚将衣服晾好，那女的居然找上了门。秀秀，你在家吗？靠，居然找我家秀秀。云秀从屋里出来，不动声色地朝大哥看了一眼。桃花姐，你找我有事？秀秀，我找你教我做衣服。昨我娘给我买了一块花布，让我自己做件衬衣，我手艺不好，怕糟蹋了，你帮帮我。沈桃花的话是对着云秀说的，可眼神却瞟向一边的周立伟。不过都是一个村的，自己的大哥还喜欢人家，这我也不好拒绝呀。进来吧，桃花姐，刚好我这会儿有时间，可以跟你一起做衣服。我屋里有台缝纫机，做衣服快。沈桃花一怔，不可思议地看着云秀。秀秀，你家里给你买缝纫机了？云秀抿了抿嘴唇，她不好说缝纫机是人家周知青的，只能含糊道：不是给我买的，就是放在我屋里而已。这有什么区别吗？感觉云秀就是故意的，明明缝纫机都放在她屋里了，家里也就她做衣服手艺好，不是给她买的，还能是给谁的？哼，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以后才不要家里买，我要让对象买，这才是女人的本事。虽说心里这样想，但当他看到屋里的那台崭新的蜜蜂牌缝纫机时，心里说不嫉妒是假的。桃花姐，你是想让我帮你做，还是你自己上手？秀秀，你手艺好，还是你帮我做吧。云秀微微颔首，开始给沈桃花量尺寸。秀秀，你之前是去河边洗衣服了吗？我好像看见周知青也去了。云秀量尺寸的手一顿，不知想到什么，脸微微泛红，不过很快就镇定下来。我去给我哥洗了件衣服，周知青后来好像也是去了的。周知青怎么不住在知青院，搬到你家来了？说是知青点人多住不下，就先暂时住到我们家了。我家房子也大，怎么不住我家去？要是住到我家该有多好啊！这周知青也太厉害了，年纪轻轻就会开大车。我听说像这么年轻的会开大车的，整个公社都难找到一个。云秀垂眸，没有回应，将沈桃花带来的布展开。桃花姐，你想做什么样式的衣服？啊，什么样式？秀秀，你有没有好的建议？看桃花姐自己喜欢什么样。他描述了一番，云秀就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样子的。要是周立伟在这里，他也能听出来，这就是后来比较流行的泡泡袖。这样做袖子会多用一点布料。沈桃花不以为然，云秀见他没明白自己的意思，直接说道：要是做这样的袖子，你这布料怕是不够。那算了，就不那样做了。不过到时候肯定会留下1尺来宽的边角料，我到时候给你做条带子，你系在头上或是领口都很好看。沈桃花一听，觉得也很不错，顿时喜笑颜开。好呀，还是秀秀厉害。秀秀，马上要农忙了，周知青是留在村里帮忙抢收，还是要去农机站上班？云秀皱起了秀眉，脸色不愉。怎么觉得桃花姐来做衣服是假，打听人家周大哥才是真？云秀又想到周立伟，周大哥那么有本事，还长得帅，工作好，家庭好，对人也好，不让我帮忙洗袜子和贴身衣物，心细体贴，还知道避嫌不让村里人看见我们单独走一块，怎么看这人也是真的优秀。不知道。云秀的语气淡淡。沈桃花还要说什么，门口就响起了云朝辉的声音：小妹，吃饭了。说完又笑看着沈桃花，不好意思的挠头。那个桃花，我娘让你也留下吃饭，今天我家刚好杀了1只鸡，
你吃了饭再回去吧。沈桃花本来想拒绝的，但她听见云家今天杀了鸡，顿时就有点无法拒绝了。那怎么好意思呢？真是给你们添麻烦了。云朝辉一点也不觉得麻烦，听见他答应留下吃饭，心里反而十分高兴。不麻烦，一点也不麻烦。哼，这傻子还真喜欢我啊！云秀在一旁看看乐呵的大哥，又看看笑得一脸得意的沈桃花，心里叹气。唉，大哥明明那么稳重的一个人，遇到沈桃花，怎么变得就跟个傻子一样？走吧，大哥，去吃饭吧。我只是去河边洗个衣服，不料却被村花看上了。沈桃花被我拒绝后，居然还缠上了云秀。三人到达正屋的时候，云家人都已经围着桌子坐上了，周立伟也在。沈桃花一眼就看到了柜子上的收音机。没想到这云家不仅买了缝纫机，还买了收音机，这云家怎么突然发财了？不会是云松山这个大队长贪了大队的钱吧？这样一想，沈桃花就有点激动。他已经想好了，等下吃完饭回去，他要跟他那个当大队会计的爹好好说说这事。吃过饭，周立伟就想去公社把多的自行车给卖掉。这时沈桃花走了过来。周知青，你去公社开车，能不能顺便带上我？我突然又不想去公社了。说完，还朝云朝光招手。走，小光，去我屋拿糖给你吃。周立伟自始至终都没给沈桃花一个眼神。沈桃花终于知道害羞了，脸色通红，也没等云秀将她的衣服做好，就随便找个借口先回家了。周立伟从箱子里翻出一瓶罐头，直接打开递给了云朝光。拿去，和你姐分着吃。云朝光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罐头，哈喇子都快流出来了。你小子刚才应该吃饱了吧？这会儿还这么馋。嘿嘿，这可是桃子罐头啊，贼好吃。谢谢周大哥，我去让我姐喝2口汤，剩下的就是我的了。嘿嘿，你跟你姐平分，不可以自己吃独食。要是让我知道你吃独食，下次就没你的份了。行，知道了，我跟我姐平分，多余的也给我姐吃。云朝光走的时候还小声嘟囔：真不知道你是想给我这个兄弟吃，还是想给我姐吃。不得不说，被这小子真相了，我就是想给你姐吃，才走你这条迂回路线的。没多久，云朝光就蔫头耷脑的回来了。小光，你咋了？哎，那罐头我就尝了一口，还被臭骂了一顿。我姐将罐头倒在了一个碗里，分给我爹娘吃了，还有我大哥二哥，这么多人，一人一口就没了。他们吃了也就算了，还合起伙来骂我，说我不该要你的东西，下次要是再拿你的东西，就打断我的狗腿。我是人，又没有狗腿，随便他们打。所以，周大哥，你以后要是有吃的，只管给我就是。为了安抚未来小舅子刚才的失落，周立伟又给了他几块饼干，臭小子立马又满血复活。伟哥，你在吗？少明，这边。你咋过来了？听说伟哥回来了，我过来看看。你小子，我本来还想等傍晚凉快一点就去知青点找你的，给你带来一点青城的特产，等下走的时候带回去。谢了，伟哥。对了，伟哥，是青点说要聚餐，让你也参加，我过来也是想跟你说这件事的。聚餐？你们不是天天一起吃饭吗？还用得着聚餐？我们也没有全部一起搭伙吃饭，分了好几伙，主要是他们觉得你没住知青点，跟大家的距离越来越远，不利于团结。周立伟不太想参与到这些所谓的集体活动中去，知青点也没有值得他深交的人。不过冯绍明都来邀请他了，多少要给个面子。行吧，什么时间聚餐？明天晚上，今天啥都没准备。他们说你要是答应的话，明天下午早点过去，先和大家熟悉熟悉。后面来的那批知青，你好像都不怎么认识。行，明天上午我正好去公社一趟，称2斤肉回来。伟哥，你明天要去公社，带我一起呗，我想去供销社买辆自行车，没车不太方便。你想要自行车？是啊，老早就想买一辆了。你小子运气好，走去看看，我这有辆新的，你要是喜欢就换给你了，你也不用往公社跑一趟了。